男人去医院割了2个蛋后才发现割错了，癌细胞还是扩散到全身。可他知道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攥着老婆留给自己的平安符大笑起来，因为男人觉得只有这种断子绝孙的死法才能安抚一下自己妻子的亡魂。可再次睁眼，你看到的却是老家粘在窗户上那落满了灰尘的喜字。随后你飞快地在屋里屋外找了一圈，就见一丝不挂的林清雪蜷缩在土炕上。此刻她那一双大眼睛里透着死寂，原本白皙无瑕的身上也带着纵横交错的青紫。而再次看到让你魂牵梦绕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你马上变得激动起来，随即上前一把将她拥入了怀里。有太多的愧疚和思念要说，不过在这一刻都堵在了喉咙里，然后委屈地哭泣起来。前世你设计让林清雪掉进了水库里，导致村里人都看到了她衣衫不整被你救了的样子。为了名声，她被迫嫁给你。可林清雪自打进了家门，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在你无休止的家暴中，她抱着孩子跳水库自尽，直到大舅哥将母女2人的尸身从河里捞起来时，你才幡然醒悟。此后你虽借助时代的风口赚了10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可用生命教会自己成长的女人已经不在了。就在你沉浸在重生后的喜悦时，突然传来凄厉的哭喊声：“别抱我！”此刻看着林清雪浑身哆嗦的样子，你才想起这回林清雪是从娘家借钱给孩子买米糊，却被你抢走拿去买酒喝，更是喝醉回家后在床上粗暴地折磨她。想到这，你扬手狠狠地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很快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林清雪静静看着你的举动，忍不住讽刺一笑。她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回了，毕竟每次酒醒后你都会下跪求原谅。可过不了2天，你的拳脚会再次落在林清雪的身上，她可以屈辱地忍受你在床上的折磨，但却忍受不了娃娃饿得没东西吃，娃娃虚弱的啼哭声，引得林清雪漂亮的凤眸中有了一丝生机。她慌乱地披上衣服抱起女儿，只是因为林清雪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吸不出奶水的小家伙又嗷嗷大哭了起来，而女儿的哭声也将你惊醒，立即下床捡起地上的衣服，媳妇你等着，我这就去给咱妞弄点吃的。说着，你迈着大长腿往村头的小卖部跑去。小卖部的老黄头看到你后，呲着大黄牙问道：“这次要啥酒？”黄老叔，赊去袋米糊成不？钱明天就给你。老黄头听你又要赊账，打量起你脸上红肿的巴掌印，什么话也没说，从货架上给你拿了袋米糊。你感激的道了谢后，匆匆往家里赶。等来到屋内，见到自己老婆还是出门时那样，你心里再次忍不住一阵绞痛。媳妇儿，米糊买回来了。听到你的话，林清雪顿时警惕了起来，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惊恐。我警告你，不准买我女儿，否则我诅咒你赵家断子绝孙！看到这一幕，你将愣在原地，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原本你是想把女儿卖给镇里的一家夫妇，换钱买酒喝，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混蛋事？难怪前世会死于睾丸癌，真是活该。于是你将手里的米糊放在破旧的小床上，我发誓，绝不会卖咱妞的。明天我就去镇上找活干。说完，你就转身走了出去。来到外面，你狠狠地又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如果没记错的话，林清雪就是在这个月抱着女儿跳了水库。一想到这里，你就浑身战栗。眼看天色已晚，家里已经断粮。20分钟后，你来到后山的山脚下，随即抽出裤衩子上的松紧带，做了个弹弓。啪！你打出一颗石子，一只斑鸠扇动翅膀飞起来。上辈子你发达之后，就爱上了射击这项运动，也玩过一段时间的弹弓。蹲在草地里小半天，总算是拿网兜照了只山鸡，又用弹弓打了几只斑鸠。斑鸠很小，4只加起来也不过1-2斤，倒是那只山鸡有5斤那么肥。你把这些东西拿藤条绑起来挂在树枝上，准备挑着回家时，却突然发现背后一倾，东西不见了。你顿时吓出一身绿毛汗，这是碰见鬼了。忽然你看见挂在胸口的平安符有光闪过，这是前世媳妇一直贴身带着的东西，不是玉石也不是塑料，直到她跳河自杀才摘下来，扔在了水库边上。等你仔细看，护身符的光又不见了，便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下一秒，你进入了一个空间，只看面积的话，还没有你的病房大。反复试验几次后，你才明白，捏着护身符就能进去，脑子里想出去就能出去了。有了这金手指，你便能在这一世东山再起。回家的路上，很多人家都用上了电，自己家还点着洋油灯。自然灾害最苦那几年都过去了，居然还能吃了上顿没下顿。你拎着东西直接进了厨房，在天完全黑下来后，你端着一大海碗的斑鸠汤进了堂屋。青青，吃饭了，我做了斑鸠汤给你下奶。连喊3遍，林清雪才缓缓从里屋走出来。瞧见桌上大海碗里盛着的斑鸠汤时，她并未急着靠近，只是站在原地，眼神中满是恨意。此刻你看着自己媳妇一身补丁的穿着，心里又泛起一阵酸楚。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林清雪的容貌却显得格外出众，可自己就是个混球，把人家搞到手又不珍惜。眼下见她满心戒备，虽渴望跟她坐下来同桌共食，但也明白自己在这里，她肯定是不会动筷子。我去厨房吃。说完，你转身走了出去，而林清雪僵立在原地，望着那装满斑鸠肉汤的大海碗，心中涌起了不真实的感觉。这是在做梦吧？还是说这是断头饭？以往家里但凡有口吃的，你都紧着自己吃饱，而他只能喝点刷锅水。所以此刻虽然饥肠辘辘，但林清雪不敢轻易下口，直到走出屋门，见你蹲在窗户下喝汤，厨房门口上还挂着一只大野鸡，猜测你应该是上山打野货去了。林清雪这才掉头回了堂屋，端起碗吃了起来。等吃完饭后，你又在自己老婆警惕的目光下包揽了碗筷清洗工作。自己之前是个懒汉，这可能是在这个家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干家务。忙完这些，想到白天自己干的混蛋事，便又去烧了一锅热水端进屋。青青，
你用这水擦擦身子。说完放下盆子，转身匆匆离去。坐在门口过了许久，屋内才传来细微的哗哗水声，而你则是抬头仰望星空，盘算着明天得找个挣钱的门路，尽快改善一下家里的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入秋，冬天零下20度的气温滴水成冰，老婆跟孩子都需要添置棉衣，否则这个冬天老婆和孩子可抗不过去。听到水声停止后，你才起身走进屋内，见你突然出现，吓得林清雪侧身连连往后躲。你别过来！看到这一幕，你暗骂自己之前太畜生，也清楚他的心结一时半会解不开。于是你语气温和地提醒着媳妇儿，我只是进来端水出去。说完，你端起地上的水，迈步往外走去。林清雪也不理会你，见你一出门便迅速穿好了衣服。院子里，你就着老婆用过的热水，简单冲洗了一下。毕竟为了捕那几只斑鸠，你在草丛里趴了许久。洗完后，你便在门槛上坐了下来，回想着前世的经历。有段时间，几个外地人总想进山采东西，他们怕迷路，找到了无所事事的你带路。当时的自己，全当这几个城里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见多了他们的操作，也知道怎么采那些野狮湖。现在自己完全可以去挖来售卖。想到这，你瞬间来了精神，绑了个火把，准备好了一些不算专业的工具，便冲屋里说道：行行，你拴好门，我出去一趟。你这一出去就是一宿，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家。说起来也是运气好，下山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果子狸窝，掏出了几只还没睁眼的小果子狸。回到家里利索的处理好，留了一只放在厨房后，就挑着2箩筐来到镇上。镇上逢单日子有急事，你找了个人多的地方，把果子狸的肉和皮从箩筐里取出来。小伙子山货不错呀，你原本想着卖不出去，就拿回去一锅炖了，给大哥、二哥、三姐家分一些。没想到刚摆好东西，就有人询问果子狸肉的价格。老头和老太太见你一个大小伙，晒得黑黢黢的，一看就是山里人，加上价格实惠，一口气要了2只。这年代吃肉还要肉票，就只有这种山货可以买了。回去给小孙子打打牙祭。临走，老太太还揪着老头衣服试一他，顺带剥下了所有果子狸皮，说是给家里的小孙子做手套。就这样，不到2小时的时间，果子狸已经全部卖了出去。随后，你带着昨天采来的大货，去到镇上的老字号药房。当你拿出东西时，顶着厚重玻璃片的老头眼睛都看直了，小心翼翼地接过大货，仔细地端详一番，随即伸出手比了个价格：“小兄弟，这个价。”你看到他开的价格，眉头微微一皱，这人把自己当山里的乡巴佬坑。于是你伸手就准备收回自己的东西，见状，老头伸手按住你，随即摸着山羊胡子安抚道：“小兄弟，价钱不满意，咱可以再商量吗？6张大团结，不能再高了。这个大货虽被自己不慎踩断，但其价值也远不止这个价。但谁让自己急着用钱，媳妇和孩子还在家里饿肚子。”思索片刻，你决定卖，然后去买了肉和面，跑了2家供销社，才买到这个年代稀罕的奶粉。临回去的时候，想到了媳妇昨天身上那套打着补丁的旧衣服，便走进了镇上唯一的那家小型国营商场。回去的路上，你拐了个弯去找了个70多岁的老猎户，给了人家一堆吃的，才把老猎户金贵到不行的猎枪给换走了。这年代吃肉要票，要实现吃肉自由，还是需要自己动手。快到家时，这才发现背着孩子的林清雪在地里干活，而大哥赵振兴看到自己走了过来，顿时就火冒三丈：“你又死哪儿去了？让你媳妇儿自己下地干活！”哥，看着眼前的大哥，你鼻头一酸：“我去镇上干活了，顺便买了点肉和面回来。晚上你带嫂子跟孩子来家里吃饭。”听到这话，大哥用怀疑的目光将你上下打量了一番，瞧着裤腿子上的泥点子，又看了看箩筐里装的满当当的。嫂子中午才蒸了一锅玉米面馒头，待会儿让恁媳妇拿回去几个，我们就不过去吃了。往后好好对弟妹。于是你也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后背着东西回了家。想要哄好媳妇，就必须先哄好她的胃。就这么，你在厨房开始忙碌起来。等天快黑的时候，林清雪揣着几个玉米面馒头回了家，只是刚走进院子，就闻到厨房的肉香味。于是她赶紧来到厨房门口，就见你正站在简陋的灶台前忙活。而林清雪忙了一天，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再把玉米面馒头放好后，就进了卧室，将熟睡中的娃放在小床上。只是一扭头，看到桌上放着一罐奶粉，林清雪顿时血液涌上了大脑，跑进厨房，扬手就给了你一个巴掌。你是不是又跑去逼我妈给你钱了？你怎么这么混账？被媳妇突然提起这档子时，你才渐渐想起自己这个混球，之前确实拿刀威胁过丈母娘要钱。于是你连忙开口否认道：“我没有，钱都是我今天赚到的。”说着连忙将手伸向裤裆。看到这一幕，林清雪更是生气，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那事。随即她上前又给了你一个大嘴巴子，连续挨了2巴掌，把你打得哭笑不得。见林清雪没有停手的意思，你赶忙掏出放在裤裆里的5张大团结。媳妇儿，这是我今天赚的钱，你收下。林清雪看到被硬塞到手里的那几张大团结，她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看到媳妇要摔跤，你伸手想扶，结果却被林清雪狠狠地打掉。她怎么也不敢信，你这么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一天功夫能挣回这么多钱。她在外面干了些啥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可咋整？日子是真没法过。你瞅见林清雪压根不信自己的话，差点就给她跪下了。我昨晚上山采了野石斛，又碰巧遇上个果子狸窝，那些东西换了6张大团结，我花了1张买粮食。现在就剩下这些了。一听到石斛，林清雪的眼神才有了点神。北有人参，南有石斛，那玩意要用价值高，能卖钱，可都长在深山里，难找得很。更何况是大黑天的。可仔细一想，早上起来水井边上确实有血渍，锅里还炖着果子狸肉呢。难道真是自己错怪他了？可他咋就认识石斛呢？在林清雪的注视下，你举起右手发誓，我真没干坏事儿，要不然我断子绝孙。见媳妇呼吸平稳了些，眼神也没那么凶了，心里松了口气。清雪，你赶紧把钱收好，我去给大哥家送点肉，让他们也尝尝鲜。
虽然钱藏空间里更安全，但给媳妇交钱那就是交家权。随后你端起一盘爆炒果子狸肉，还有炖好的鲫鱼豆腐汤，放到堂屋桌上，然后又回厨房盛了满满一碗肉，朝大哥家走去。路上还把欠老黄头的米糊钱和之前的酒钱给还了。而林清雪则是瞅着手里的大团结，匆匆回了屋。嫁过来2年多，向来都是你从她那搜刮钱财，这还是你头一回主动交钱。于是她把钱拆了5份，分别藏了起来。弄好这些，听到外面传来沉稳的脚步声，她从屋里走出来，瞅着桌上冒着热气的一菜一汤，一时有点恍惚，随即又去厨房瞅了一眼，面缸满了大半，油罐子也满了，房梁上还挂着一条10几斤重的五花肉。她真的改了吗？此时林清雪不敢确定，毕竟狗改不了吃屎。见林清雪坐下，你便往她碗里加了只山鸡腿。我明天一早就上山，趁着冬天还没到，赶紧把能挖到石斛的地方都踩一遍。毕竟目前这是来钱最快的法子。等全国放开了，好拿着钱去投资别的。听到你的话，林清雪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啥也没说。昨晚她就算是走了狗屎运，踩到一颗石斛，哪能回回都那么走运？林清雪本想提醒你，真想挣钱就找份工作，一天虽然就几毛钱，但总比没收入强。可一想到你的性子，只要不出去乱赌，喝酒也就随你去了。她拿着筷子想把碗里的山鸡腿夹回去，你见她这样，赶紧拿孩子当借口制止。媳妇儿，你太瘦了，多吃点，不然孩子都没奶喝。奶粉再好也比不上母乳，而且奶粉又贵又不好买。这叫鲫鱼豆腐汤，喝了下奶。这话惹得林清雪瞪了你一眼，握着筷子的手骨节泛白，但也没再拒绝。今天你折腾了1天1夜，又困又累，家里的生计问题总算解决了。填饱肚子后，便直接说道：“媳妇儿，我先睡了。”说着起身弯腰进了里屋，倒头就睡着了。等林清雪洗完碗筷回屋，看到地上你脱掉的衣服，眉头一皱，然后捡起来，趁着月色把衣服洗了。忙完后，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卧室，脚下一不留神踢到了箩筐。林清雪拾起来一看，竟是一套崭新的女人衣服和3套婴儿穿的小衣服。于是她盯着已沉睡的你看了好一会，这个人她有点看不懂。你这一觉睡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夜里头闺女醒了2回，愣是没把你给闹醒，一直到清早你才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翻过身瞅见林清雪蜷缩着身体背对着自己。此时她只穿了件破旧的小背心，看得你直冒唾沫星子。毕竟上辈子林清雪死后自己再未找过女人，于是伸手把人揽入怀中，这一切就跟做梦似的，那么不真实。刚想低头亲一口时，怀里的媳妇身子突然就僵了，明显很抗拒自己的接触。于是你强压下心中的苦涩，翻身下了床。这段时间只能先委屈一下，从晾衣绳上取下洗干净的衣服，你也顾不上没干，就麻溜的套上，然后蹑手蹑脚的将箩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这时候床上的林清雪坐了起来，冷脸冲着你说：“你要是真的想改，就找个活干，只要肯出力，1个月也有10几块钱，咱家日子也能过得去。”听到媳妇主动跟自己说话，你心中一喜，知道是林清雪在为自己考虑。可老天给了你重活一世的机会，自己必须得在全面放开的时候攒够启动资金。上一世他们母女走后，你宛如丧家犬似的在外面流浪了一些日子，后来遇见了贵人，才有机会在国营商店做服务生。因为嘴甜会说话，渐渐被提拔做了经理，也因此才有机会跨阶层接触那些大人物。这辈子自己要靠着双手尽快挣到第1桶金，所以打猎采石斛是现在最快的挣钱方式。更关键的是，自己现在拥有上辈子的记忆，知道在哪些地方有石斛。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可能放过？只是目前不知道怎么跟媳妇解释，为啥要坚持上山采石斛。林清雪见你迟迟不吭声，知道这人驴脾气上来了，索性拉起被子又躺下。厨房灶台的锅里还有给你留的玉米面馒头。听到他的话，你见眉一挑，脸上满是掩不住的喜，随即来到床前，在林清雪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媳妇，我昨天跟咱大哥讲好了，你今天不用去给他们搭把手了，厨房的猪肉得空了，就给俺丈母娘送1半过去。而林清雪见你靠近，以为惹恼了你，又要动手打自己，可没想到竟被你给偷袭了。你说了些啥也没听清，也没瞅见，你走之前还亲了闺女一口。等她回过神，你早就没影了。昏暗的屋子里就剩下她和睡在小床上的闺女。虽然天还早着，可她翻过来覆过去，愣是再也睡不着了，就这么在床上躺到太阳晒屁股。就听到外面有人拍门：“二嫂，这么早过来，有事吗？”刘桂华眼珠子滴溜的往厨房内打转，笑的那叫一个是快。老四媳妇，我听大嫂说，昨晚你家吃肉了，你们家老四是不是赌钱赢大发了？说着也不等回话，脚丫子就跟长了眼睛似的，直往厨房门口摸。乖乖呀，这老四该不会去偷去抢了吧？这么大块肉得花多少钱呢？他家可是有小半年都没见过荤腥了，孩子闹了好几天都没舍得买，好不容易把眼睛拔出来，可又瞟见黑漆漆的墙上竟然还挂着半只山鸡，他顿时就不淡定了。老四家的，你可得看好你家男人，赌博搞不好还要去劳教。林清雪听他这么说，脸色一点点低沉了下来。二嫂，你说这得啥话？要是犯法，自然有公安逮他，不用二嫂你操这份闲心。刘桂华还想再说啥，可眼珠子咕噜一转，像是想到了什么，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你也别恼，二嫂，我这不也是担心咱家老四吗？我家那口子跟他可是亲兄弟，我家小宝闹着想吃肉都馋哭了，你看能不能先借5斤肉给我，回头我让你二哥给你们送钱来。这2年多的相处下来，林清雪心里跟明镜似的，早摸透了这个二嫂是个什么货色，东西进了他家就是肉包子打狗，这一张口就是5斤肉，别说自己不敢做主借给他，就算是有当家权也不可能，这么大事我做不了主。二嫂，你等老四回来跟他说吧。说着走过去把厨
厨房门给拴上了。刘桂华见他这副样子，心里十分不痛快。那行，等老四回来，你记得跟他说，把肉帮我送家里。扭身走的时候，刘桂华脸上的笑挂不住了。这边山上眼瞅着快晌午了，你靠着前世那点记忆，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寻见一株野石斛。有了昨天抹黑的经验，等石斛露出大半个根系时，也已经到了。这颗比昨天的那株大太多了。直到天擦黑了，你才小心翼翼的把那一大颗完全弄了出来。就在准备下山回家时，转身却撞见了一只梅花鹿，看样子是来啃石斛的。见状，你赶紧从空间里取出昨天换来的猎枪。不过一息，枪声在林间炸响，惊得鸟群四散逃离。而家里林清雪已做好饭，给女儿烫好奶粉后，还不见你回来，便眉头紧锁。石斛哪有那么好找的，还是得让他踏踏实实学个手艺才行。就在林清雪愣神的时候，你悄悄地走进了院子，直到你将箩筐里的东西取出，屋内的林清雪才听到有动静，抱着女儿走了出来。洗手吃饭吧。说完，抱着女儿又进了屋。你注意到媳妇往筐里瞅了一眼，但也没吱声。等进了屋，瞧见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眼眶一热，恨不得回到上辈子抽死自己。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媳妇，自己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走到桌前坐了下来，大口吞着饭菜。媳妇，待会我去村长家一趟，这几天把咱家里的电线扯上。闻言，林清雪拍着孩子的手顿了顿，忍不住开口：通了电，那可是以后每月都要交电费的。说完，偷偷瞄了你一眼，生怕自己惹毛你掀桌子。你敏锐地捕捉到林清雪的脸色，随即放下筷子，走到门口，把箩筐提进屋。媳妇，这是我今天挖的，改天去城里药店卖了，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而林清雪直勾勾地看着那一石斛，她抬起眼帘望着你，用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真的是你挖的？见状，你继续开口解释道：我发誓没偷没抢，这真是我在山里挖了一天的成果。林清雪看你一脸坦然，这才将信将疑的点了点头。白天咱们二嫂过来了，她要借5斤猪肉。看林清雪拉着脸，明显是不高兴，估计是自己不在家，是二嫂给她气受了。于是你一脸严肃地说：这个家以后你做主，钱和东西都归你管，你不想借咱就不借。你这话听得林清雪心里犯嘀咕，琢磨了好一会，才怯生生地说：我不想借。二嫂她嘴上说借，但肯定不会还回来，她也不是头一回借咱家东西不还了。听到林清雪的话，你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宠溺地刮了下她的鼻子。不想借咱就不借，咱不受她的气。你这一笑，林清雪都看愣了。随即她抱起女儿起身去了里屋，你则是在填饱了肚子后，将碗筷洗干净，然后割了半斤肉，摸黑出了门。村长王栓柱一看是你，黝黑的老脸一愣，再瞅见手里的肉，满脸褶子都笑开了花。郑国这么晚来找叔，有啥事？边问边接过你手里的肉，我想家里搞个电灯，你有空帮忙安排一下。成，明天我就给你安排这个事。你一听他这话，也没多做，起身道了谢就转身离去。只是走到厨房时，竟看到林清雪在黑黢黢的厨房里啃自己吃剩下的那些肉骨头。这一幕刺得你眼珠子生疼，浑身血液好像都凝固一样。随即声音嘶哑地说道：你在干什么？林清雪一听是你的声音，吓得一哆嗦，到嘴边的骨头也跟着掉在地上，随即一脸恐惧地看向院子里的你。别打我，这些都是你啃剩下的，我只是觉得丢了怪可惜。这一刻你只觉得五雷轰顶，从来没这么挫败过。随即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而林清雪则是吓得失声尖叫起来。你想干嘛？林清雪眼帘微垂，看着跪在面前的男人，直到感觉胸前被湿热侵染，她竟然哭了。她封闭已久的心好像有了一丝松动，而看到媳妇吃自己的剩饭都吓成这样，就像是一把刀子狠狠捅进你心窝里。于是你从地上站起身，捧着媳妇白皙的双颊，低头吻去她眼角的泪珠。媳妇，你去堂屋等着，待会饭菜好了我端进去，你是我的大恩人。林清雪没听懂这句话，羞得跟见了鬼一样溜出了厨房。厨房里你忙活了一阵，一盘香喷喷的小炒肉片就出了锅。她觉得拉喉咙眼的杂粮馒头，媳妇却宝贝的一口都舍不得吃。只是刚走进里屋，就看一副雪白的美背映入眼帘，一瞬间血液顿时涌入腹部。你几步上前，从身后一把将人揽入怀里。媳妇，不要再离开我了。沉沦间，林清雪头一回觉得，原来做这种事是这么舒服愉悦的一件事，这还是除了新婚后两人如此如胶似漆的睡在一起。想到昨天夜里的情景，林清雪脸颊感觉一阵发烫，侧过脸再看到小床上的孩子时，林清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昨天夜里似乎一宿没听到女儿哭闹，瞅着媳妇突然变了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女儿那边，便麻溜地下了床，几步窜到女儿的小床前，瞧见女儿已经醒了，正瞪着俩大眼睛笑。此刻你看着闺女，心窝子都软了，小心翼翼地把闺女抱在怀里，回到床边，见闺女没事还咧着嘴笑，林清雪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紧绷的神经也松了下来，随即眼眶一红，差点哭出来，懊恼自己昨天夜里怎么能睡那么沉，这么大点的孩子，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他可咋活？媳妇，你再陪妞妞躺会，我去给你做早饭。说着，你捞起扔在地上的裤衩子，直接套在了身上。林清雪则是查看闺女屁股下垫着的尿布，虽然遮挡的不太规整，但却是换得干净的。难怪昨晚没听到女儿哭闹，原来是这混球起来照顾的女儿，这还是生了孩子后她头一回主动照顾孩子，所以她是真的变了吗？可以再相信她一次吗？另一边，你熟练的在厨房忙活着，等媳妇抱着孩子出来，饭菜也做好了，豆腐小青菜、玉米面糊糊，外加杂粮馒头。你光着膀子从林清雪怀里接过孩子，媳妇，你先去洗漱。而林清雪有些不放心，可看着你笨手笨脚的抱着那么点的孩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是你亲闺女，又不是老虎，还能咬你咋地？吃饭时，村长王栓柱带着电工来了，一进院子就瞧见林清雪坐在院子的桌子边上吃饭，你光着膀子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溜达。他瞅见你臂膀内侧有一圈工整的牙印，笑
笑得意味深长。郑国这还没吃完饭呢，你没想到王栓柱这么早就把人找了，又带着村长和电工来到院子外的门口扯闲天。等林清雪吃完饭回屋后，你才把孩子交给媳妇，随即从宽松的裤衩子口袋中摸出一包大前门。村长看着手里那根大前门，咧着一嘴大黄牙，笑着说：“你个臭小子，有出息了，这玩意一包都要4毛呢。”一旁的电工笑得更憨厚，把烟卡在耳朵上，扛着梯子就绕去了屋后。这趟工出的划算，4毛一包的烟，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抽。这家人倒是大方，等通了电你就回了屋。刚走进去，一件衣服迎面飞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听见林清雪说道：“赶紧把衣服穿上，光着膀子像什么样子？”此刻你后背多了几道抓痕，那是昨夜林清雪留下的。村长和电工都看见了，但是都没说破。然而你什么都不知道，光着膀子四处溜达，这可让林清雪骚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外人在跟前，他又不好意思提醒。直到你上山后，林清雪捂着发烫的脸颊，缓了好一阵子，这才接着把床褥子拆下来清洗。他把孩子的小床搬到院子里，把孩子放上面，在盆子里倒满水，准备洗床褥。这时候林母挎着个篮子来了，里面装着鸡蛋，还有一小块肉。林清雪瞧见母亲，连忙擦着手起身：“妈，你咋来了？”林母把手里的篮子拎进厨房，目光在自己女儿身上来回打量了一番，瞧着她那破旧不合身的衣服，眼眶一阵发酸，赶紧别开目光，抱起小床上的外孙女说道：“家里刚忙完，我过来看看你。”说着眼睛环顾着破旧的3间土坯茅草房，他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懊悔，不该同意这门亲事的，自己害惨了女儿。清雪，妈想过了，你要是跟他真过不下去，就离了吧，你年轻日子还长，一辈子不能毁在他这个烂人手里。林清雪听到亲妈的话，先是愣了一下，坐在凳子上好一会也没吭声。那天你抢走自己从娘家借来给女儿买米糊的钱去买酒，她真的觉得绝望透了，感觉跟他在一起压根都看不到任何希望，连死的念头都冒了出来。当时就想抱着闺女跳进水库，可你酒醒后，先是悔恨的自己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而后又慌里慌张的出门给孩子买米糊。这几天下来，他瞅着你好像真的变了个人似的，没再出去鬼混，酒也不喝了，赌也不赌了。林母看着闺女低着头不说话，以为她担心孩子，开口说道：“你要是想带着孩子，妈以后可以帮衬着你一起带。”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就是以后你要是在家带个孩子，可不好嫁。这个年头离婚的可少之又少，日子再苦再难，女人也得咬着牙往下过。听到亲妈连离婚后再嫁人的事都替自己想周全了，林清雪从亲妈怀里接过孩子：“妈，我现下没想离婚，她如今看着也在慢慢改好。”说着，她拉了拉孩子身上那件崭新的小衣服，是她挣钱给孩子买的衣服，也给我买了一套，不过我没舍得穿。林母瞅着闺女那白净稚嫩的脸上泛起了许久未见的红晕，眼睛里也像是重新亮起了光，不由得愣了一下神。她明明昨天还无意间听见隔壁的二麻子说她欠了外人50块钱，这么大笔债，她又不干正事，可咋还呢？正因为这个，她才不放心，一大早拎着东西过来看看。可看自己闺女的表情不像是假的，若是她真的改邪归正了，这笔钱自己想办法砸锅卖铁也得帮她还上。想到这里，她并没有把自己听到的事告诉女儿，怕她因为这是在跟你闹别扭。她收拢思绪，红着眼眶欣慰的点了点头，她要是能改就好，妈也就放心了。说着抬手摸去眼角流出来的泪，这回刚上山的你嘴里叼杂粮馒头，计算着现在盖建2层楼大概需要多少钱，按照现在自己能挖到的石斛价计算，盖了房子还能有一笔在这个年代算得上很可观的存款。毕竟在这个时候万元户都不多，想着近2年肯定还要待在村里生活，先把住宿条件提上去。家里现在住的3间破土坯房，进屋后自己这个身高感觉腰都直不起来，屋内更是灰尘大的厉害，到处掉渣，实在不是人住的地。这时候弟你压根不知道你丈母娘正跟媳妇商量着要不要离婚的事，这要是让你知道了，估计最近都没心思上山挖石斛了。毕竟重活一世，你心里搞钱很重要，但什么却不及老婆跟孩子重要。你掌握着上一辈子的赚钱门道，自然不急着这一时3刻的。眼瞅着快晌午了，林母饭也没顾上吃，就急着要往家回，生怕自己多吃一口，闺女就得少吃一口。林清雪拦也拦不住，只好从厨房取下挂着的肉，一刀切下大半，拎着就追了出去。妈，这个你拿回去跟我弟媳妇他们吃。林母一看那么大块肉，连连摆手不肯要，生怕你知道了她这么贴补娘家，再动手打她闺女，更怕闺女自己没得吃，受了委屈，你们留着吃，家里头不缺这口。你看看你瘦的跟啥似的，得多补补，不然孩子哪来的奶水吃。林母最终还是没要那块肉，挎着筐子一步步的走了。林清雪站在门口，眼睁睁的看着母亲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才拎着肉转身进了厨房。隔壁的张桂兰跟林清雪年纪差不多，可嫁过来却早了她2年。她皮肤黝黑，手里头啃着生萝卜，趴在墙头上。妹子，你整天不出门，外面都传开了，你二嫂被你二哥昨晚给收拾了。哭叫声几家子都听见了。从厨房走出来的林清雪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一声。张桂兰见她话不多，拉个凳子在她洗衣盆面前坐了下来，压低音量小声说道：“外面都在传你二哥家的大宝，不是你二哥的。”林清雪一听这话，手里的活顿时停了下来，抬头看向张桂兰：“是你大哥的种。”张桂兰瞅见她眼里的困惑，把啃剩下的萝卜往口袋里一塞，一脸八卦的小声在她耳边嘀咕。林清雪听完整个人都懵了，她真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她以前还挺尊敬这个大哥的，觉得他忠厚老实，做事公道，挺有大哥样的，可听了这事，心里头多少有些膈应，这是咋能这样呢？张桂兰似乎很满意他的反应，拍了拍这个城里来的小媳妇：“好了，我要回家给俺们当家的做饭，就不跟你聊了。当天晚上你回来的很晚，这次回来你老远就看到家里亮着的灯光，心里禁不住感叹，这电灯果然比洋油灯亮堂多了。”林清雪见你回来，赶紧把热在锅里的菜和白面馒头端了出来。
来，随口问了句：“今天咋回来这么晚？”注意到你身上沾了些泥土，放下菜上手给你拍着身上的泥，你赶紧拦住他，转身把堂屋的门拴上，然后从箩筐的草堆里翻出个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挖了石斛。回来途中碰见了个意外收获，你没跟媳妇说，自己是因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才碰到这东西的，爬上来费了不少劲，这才回来这么晚。这东西现在价格可不比石斛低，都是按克卖的，算是意外得了笔小财。你盘算着今晚陪媳妇好好亲热一番，明天不去山上了，先去把手上的货处理掉。林清雪看着他放在桌上的那块黑棕色，形状有点像是生姜一样的东西，这好像在书上见过，带着不确定问道：“这是何首乌？”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你没想到自己媳妇见识够渊博，这玩意村里头大部分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它的金贵，要不山上那么多好宝贝，早叫人搜罗干净了。石斛、何首乌还能金贵个10来年，再往后种植技术上去了，这些都能人工种，市面就常见了，也就不稀罕了。可就算那样，野生珍稀药材的价格还是高的离谱，因为野生的压根就买不着。你咧着一嘴大白牙，一把将娇俏的媳妇搂进怀里，低头在她白嫩的脸蛋嘬了一口，迎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眸子说道：“对，就是何首乌。明个带你跟娃去城里溜达溜达，顺便把这些宝贝卖给药房。”一听说要带着娃出门，林清雪身体猛地一降，想起之前她说要闺女卖给城里那家不能生养的人家，心里头到现在还犯怵，谁知道是真不能生，还是买回去当童养媳。她从怀里挣脱出来，带着防备和警惕拒绝道：“闺女还小，我俩就不去了，你赶紧洗手吃饭吧。”你眼尖瞧出媳妇不对劲，本想带着她出去逛逛，顺便再给她添置些冬天的衣服，可看她这又警惕了起来，显然是怕自己又打闺女的坏主意。自己干的那些混账事，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让她放下心结的？早就信任透支了，只能慢慢来了。你脱下身上带着泥点子的衬衫，打开门走出去，简单洗了把脸，回屋坐下，这才瞧见到桌上的饭菜，一盘金黄的炒鸡蛋，还有一小盘早晨剩下的小炒肉。他中午难道都没吃菜？他要是这样一直省吃俭用，啥时候才能把他养得胖乎乎的？看来得赶紧多挣点钱，让他心里头踏实才行。媳妇，这鸡蛋哪来的？林清雪低头给你盛了一碗面糊汤，你出门没多久，我妈来过一趟，是她送来的。亲妈提离婚的事，她是一句也没提。你一听是丈母娘拿来的，想到之前问她要钱喝酒的事情，骚得慌没脸见她，也没问丈母娘过来是什么事，心里头盘算着，等明个把手上的东西卖出去，先把之前从丈母娘那里拿来的钱给还上。你伸手拉过媳妇，让她坐下，快吃饭。说着递给她一个杂面馒头，媳妇还是舍不得蒸白面馒头，蒸了掺了一半白面的杂面馒头，你自己拿起玉米面馒头大口炫了起来。林清雪咬了一小口杂面馒头，抬头偷偷打量眼前的男人，他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只是不知道他这股子热乎劲能撑多久。俩人正吃着饭，外面响起叫门声：“四哥，我二六子出来啊，3缺1啊，哥几个等你喝酒玩牌呢。”林清雪听到这个声音，脸色刷一下就白了，眼睛直勾勾瞪着，他怕你又像之前那样跟着他们出去喝酒赌钱。你听到这个声音，愣了一下，随即想起来是谁了。你放下筷子，一抬头看见媳妇那张惨白的小脸，赶紧起身把人搂进怀里。媳妇，你咋了？哪不舒服？语气里头满是担心和紧张。被搂进怀里的林清雪纤细白皙的手指紧紧揪着你胸口的小背心，嘴唇微微颤抖。你又要跟他们去喝酒玩牌？你一听这话，终于明白媳妇为啥这样了，感情是怕自己老毛病又犯了。下巴垫在他柔软的发顶，手臂不自觉的收紧，将他搂得更紧了些。怀里的身子单薄的厉害，嫁给自己后，一天好日子没过上，连顿饱饭都成了奢望。可就这样，他竟然还揣着对自己的希望，想要踏踏实实的跟自己过日子。深呼吸了一口气，把眼眶里的酸热硬生生憋回去，用低沉暗哑的嗓音开口安抚他：“别担心，我不去，我这就把他们撵走，以后都不跟他们瞎胡混了。”侧坐在怀里的林清雪在听到你的这番话后，仰脸带着审视的目光直勾勾瞪着你，质问道：“真的不去？”你垂下眼帘，对上媳妇那双不安又审视的眼睛，真想把心掏给他看看，告诉他自己真的改邪归正了。忍不住又在他挺翘的鼻尖啄了一口，喷洒着干净热燥的气息，保证道：“真不去，放心吧，我这就让他们滚蛋。”随后把怀里的媳妇轻轻放回到凳子上。好了，你先接着吃，我马上就回来。你直起腰，发现胸口的小背心还被媳妇紧紧攥在手里。要不是知道外面那3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真想带着他一起出去，让他看着自己拒绝他们，好让他吃个定心丸。你低下头在他发顶上又亲了一口，算是安抚。粗粝热燥的大手轻轻拍了拍他单薄的后背，他这才慢慢松了手。你直起腰身，迈着矫健的大步走了出去，来到院子门口，打开木门。门口那几个人见到你出来，那个叫二六子的家伙笑得流里流气，开着黄腔说道：“四哥，你这可不地道啊！嫂子刚出月子没多久，你就下不来床了，这都几天了，都不来找哥几个喝酒。”听到那混账话，你凌厉的眉峰透着戾气，沉声吼道：“娘的，你往后说话给我放干净点，不会说话就把你那臭嘴给老子闭上！”其他2人本来也跟着嘻嘻哈哈，瞧着你脸色不对，立马收了笑容，赶紧打圆场道：“四哥，他这人就是嘴欠，你别跟他计较，走，咱哥几个喝酒去。”说着伸手就准备搭你的肩膀，你抬手拨开了他伸过来的胳膊，余光瞟了一眼其他2人，要是喝酒打牌这种事，往后就不要来找我了，我戒了。3人见你这架势，跟见了鬼似的，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全懵了。那个叫二溜子的脸上还挂着猥琐的笑容，不怕死的继续调侃：“四哥，是不是被小嫂子缠着下不来床了？既然她都出月子，也让兄弟几
几个也试试。他话还没说完，你一脚就踹了过去，踹在他胸口上，把他踹得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直哼哼。你大步流星上前，一脚踩在那家伙的两腿间，弯下腰，黑眸里闪着狠劲，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混蛋。下次再敢满嘴喷粪，老子把你上下2张嘴都给缝上，再把你第3条腿打折。说着，脚上又加把劲碾了碾。二六子躺在地上，顾不得胸口的疼痛，双手死命撑着你踩在他胯间的大脚，扯着嗓子鬼哭狼嚎：“四哥，我错了，再也不胡说八道了。”旁边那2人被这一幕吓得魂都没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周身散发着煞气，在夜色里显得十分骇人，愣是没人敢上前劝架。打小他们就怕这家伙，这家伙打起架来那是不要命的狠角色。可今儿个头一遭，见他光是动怒，就跟头饿极了要吃人的老虎似的，让人脊背发凉。你怕二六子下好好把媳妇给招来，不想让媳妇瞧见自己这暴力模样，免得吓到他。万一因为这点破事让他再害怕自己，那可就完犊子了。你直起身体，居高临下的瞪着地上的二六子，把脚收了回来，滚！那2人如蒙大赦，赶紧架起二六子，冲着你说了声：“四哥，那我们先走了。”他们3个一走，你就把那股子戾气给收了起来，迈步进了院子，插上门栓。屋内的林清雪打从你出去后就坐立不安，如坐针毡，每一分每秒都觉得十分难熬。看着你老半天没回来，心都快凉透了。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可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你不在自己是一口都吃不下。就这么几天功夫，看着你一点点变好了，不知不觉的心里又对你燃起了希望，也不指望着他能大富大贵，就盼着他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行。可要是他再跑去喝酒赌钱，自己可咋整？孩子还这么小，压根没办法带着他出去干活，难道真的要离婚不成？正愣神呢，听到一阵稳重的步伐声，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着声音来的方向瞅去，只见他高大的身影从月色中走了进来。这一刻，林清雪原本死气沉沉的眸子一下子有了光亮，他竟然真没跟着那几个混账东西出去鬼混。他还在发呆，你就已经走到他身后了，弯腰将人环进宽阔的怀里，低头在媳妇白嫩的脸颊亲了一口。咋了？你男人我就出去一会儿，不认识了。说话间，把筷子递到他手里，在桌前坐下，拿起玉米面馒头，大口大口地炫了起来。林清雪还有些反应不过来，下意识地问：你真的以后不再跟他们瞎混了？报告媳妇大人，我跟他们彻底断了，以后都不跟他们玩了。林清雪这才点了点头，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吃饭的时候，她时不时偷瞄一眼自己男人，见你吃得很快，但吃相却不赖，配上他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反而还多了些赏心悦目。当初嫁给他，除了他救过自己一命，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长得板正，当时就是被外表迷了心窍，再加上给弟弟换亲，这才嫁给了一穷二白的他。你见媳妇盯着自己发呆，不知道他小脑瓜又在琢磨什么，往他馒头上加了块金灿灿的鸡蛋，咧着唇角调侃道：媳妇儿，快点吃，待会儿床上让你看个够。你的胡话让林清雪回了神，瞧着他痞里痞气的样子，狠狠剜了你一眼后，红着脸垂下头，埋头吃了起来。吃饱的你也不着急走，窝在蹩脚的板凳上，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媳妇，越看越喜欢。明明这年代物质匮乏，吃得不好还没什么化妆品，可这皮肤依然是溜光水滑的，比那打了什么针的明星都漂亮。你注意到媳妇握着筷子的手骨节通红，就握住她纤细的手腕，拉到自己眼前。想到外面晾晒的床单，你打算明天把手上的东西卖了，从投机倒把那里搞张洗衣机的票。这年代很多人还不知道洗衣机是啥，更不舍得花钱买。有了洗衣机，媳妇就不用手搓衣服了。林清雪抽回自己的手，被你盯得实在是骚得慌。吃饱的话，去烧水把身上洗洗，浑身都是泥。你起身在媳妇脸上亲了一口，就去厨房烧水去了。你走后，林清雪放下筷子，摸了摸发烫的脸颊。这人打从昨个夜里起，就喜欢对自己搂搂抱抱，还时不时亲2口。每次他靠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荷尔蒙气息，使得自己心里就像踹了只兔子，砰砰乱跳，自个儿都闹不明白这是咋回事。吃完饭，你拉着林清雪说要带她出去散散步，消消神儿。回去的路上，你没再往家走，带林清雪转了个方向。牛棚旁一间破落的泥土房，外面搭个简易土灶，屋里的女人捂着胸口不停咳嗽，抓出一小把玉米参，兑了水放进缺角的陶瓷罐里。只是这么几步路，她脸上就泛起白，大颗的汗水从额头滚落。正揪心，一个半头白发的男人从不远处大步走过来，他皱着眉接过水瓢，让他回屋好好躺着，自己来做饭。女人看向他，男人把换来的半张饼递过去，今天运气不错，换了1张饼，我吃了一半，剩下的带回来了，你快吃，吃了病才好得快。你吃过了。男人没一点迟疑，往罐子里添了把米，蹲下开始烧火说吃过了。女人想想自己的身子，把饼子递过去，我不饿，你都吃了吧？躺半天了就想喝点稀的。男人闷头填火，叫你吃就吃，不吃东西病咋好？男人低着头，眼眶发酸，今天吃饱了，明天吃啥？他的身子不顾了，就那一点米，还是他求了好几家村民换来的。他心疼他忙活一天没吃饭，他也心疼他跟他下乡受罪。他攥住他的手，别想那么多，安心养病，明个我就去给你找药，一定能治好。林清雪看得心里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问你那2位的情况，你有些沉默，该怎么说？说那个男人你也不熟悉，但上辈子在电视上见过，老人商场纵横多年，离世后将全部身家都捐了出去，以他爱人的名义成立了医疗救治公益基金会，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保护好爱妻，亲眼看着他受病痛折磨离世。你照着回忆猜测，致使他夫人身故的应该就是这场病。不过你估摸着殷夫人的病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足导致的，在四面漏风的牛棚，每天又督清汤寡水，再小的病也能拖成恶疾。你准备让媳妇这个高中生把药吃的还有钱拿去投资这位未来大佬，最起码恢复高考前的辅导老师有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躺起来你就睁开了眼，悄悄下了床，走到小床边，小心
心谨慎地把女儿抱起来，轻轻放在媳妇身旁，仔细盖好小被子，给媳妇煮好早餐后，你从外头把门一关，就踏上了出门的路。今儿个逢集，虽说时间还早，可路上已经有不少行人了。在这个年月，农村里谁家要是能有个28大杠自行车，那条件可就算是相当不错了。所以大多数人出门还是得靠2条腿走。你凭着上辈子的记忆，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家比较大的中药铺子。那国字脸的中年男人看见你拿出来的东西，就上下打量了你一番，然后拿起那石斛，仔仔细细地瞧了起来。一看这石斛竟是朱老爷石斛，每根都完完整整的，心里头不禁有些惊讶。他小心翼翼地把石斛放在柜台上，试探着问你想卖啥价。你一听让他开价，也没客气，直接报了个数。你心里明白，对方肯定得还价。果然，那药房负责人一听你报的价，心里就有数了，知道这人不好糊弄，瞅了一眼你的箩筐，就把你请到了后院。2个人在后院磨了快1个小时的嘴皮子，最后你把2株石斛、1颗何首乌还有鹿茸都卖给了他。你对今天的价格也挺满意，揣着50张大团结就离开了药房。有了钱后的你去了国营商场，你想买台洗衣机，一问售货员傻眼了。你拍了下脑门，虽然现在有洗衣机，但那都是用于宾馆，洗衣店并没有进入家庭。国产的第1台洗衣机是1978年，现在还没生产出来。不过你意外弄到了1张9寸黑白电视机的票，想也没想就买了，又买了些邮票、肉票、面票。投机倒把的人一看来了个大主顾，对你格外热情。听说你当天就要买电视机，就帮忙找了个有拖拉机的熟人，花2块钱就能把东西给你拉到村里。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接着你在国营商场给媳妇买了10新的大红毛衣、裤子、皮鞋，又给孩子添置了几身崭新的小衣服，还购置了几床新棉被，把能想到的都购置了，足足装了小半车。开拖拉机的师傅看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穿着破旧衣服的小伙这么有钱，一口气买这么多东西。等你大采购完，已经是下午了。这时候家里的林清雪早上醒来一看，孩子睡在身边，你不知道啥时候就走了。林清雪拖着沉甸甸、酸溜溜的身子骨起了床，瞅见那人早起走之前，饭菜都已拾掇得妥妥当当，桌上摆着黄澄澄的鸡蛋，还有煎得滋滋冒油的肉块。林清雪心里头说没点波动，那是哄人的。晌午头里，王栓柱领着一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进了门。老四媳妇，这是城里下来的知青李甜甜，往后就在你家住下了，你跟老四说一声，给她10多个房间出来。林清雪一时有些懵，家里突然多了这么个年轻闺女，这3间小土坯房可咋住得开？一间2口俩住着，堂屋是吃饭的地儿，另一间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哪有给她住的地儿？村长他不在家，我这做不了主啊。王栓柱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堆一块儿，冲着林清雪摆了摆手，压根不听他的话，转身对着身边的知青交代了几句，抬腿就走了。要不是看在你那小子送自己那块肉的情面上，咋可能把这么水灵的黄花大闺女往他家送？这批知青下来，林林总总加起来20好几个人，大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就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就让自己给安排在了这里。他小2口住着，送来个小姑娘总比送来个小伙子强，毕竟晚上办事，小姑娘比小伙子方便多了，没啥好避讳的，更不担心年轻漂亮的媳妇被人惦记。被扔下的李甜甜拎着帆布挎包，打量着这3间破破烂烂的土房，心里头直犯怵。这以后的日子，怕是比其他下乡的知青都要难熬。红梅被分配的那家，看上去日子过得挺滋润的，那是一对中年夫妻，还带着3个娃，一个个都穿得光鲜亮丽的。来的路上，听他们说自己分配的这家男人可不是个啥好东西，喝酒赌博，还动手打老婆，家里头穷得叮当响，连锅都快揭不开了。没来之前还觉得他们说的有点玄乎，可现在看来，他们说的那是一点也没掺假。就是这家女主人穿着破旧不合身的衣服，可长得那是水嫩漂亮，五官精致的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一点也不像是农村人。林清雪察觉到那道目光，正在细细的打量自己，她低头瞅了瞅自己身上是打着补丁的旧衣裳，再瞅瞅眼前这位穿着一身时髦的地雀凉裙子，白袜子配着小皮鞋，光鲜亮丽的。她假装没在意那审视的眼神，开口说道：“你先坐呗，那屋子乱糟糟的，全是些杂物，得等我当家的回来才能给你腾出个地儿来。”说完，她转身进了屋子，拎出暖水瓶，给客人倒了碗水。李甜甜有些局促地点了点头，在院子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她心里盘算着，得想尽办法赶紧拿到回城工作的通知。这破地方，她是一天都不想多待，尤其是还住在这有个地痞无赖的家里，以后可得小心点，别让这家的地痞无赖占了便宜去。林清雪本打算中午就随便对付一口，现在来了个新知青，只能挽起袖子开始张罗做饭的事情。李甜甜想着以后都要住这儿，不能白吃白住，就洗了洗手，进厨房想帮忙。嫂子，要不我来烧锅？她说着走进厨房，却愣住了。破旧的厨房收拾的倒是干净整洁，房梁上还挂着那么大一块肉，谁说这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揭不开锅还吃得上肉，还这么大块。林清雪正低头和面，听见李甜甜的话，抬头说道：“不用你帮忙，你要是闲着没事，就帮我在院里看着孩子吧。”李甜甜听了，点点头就出了厨房，来到小床前，看着躺在上面那白净的像瓷娃娃一样的孩子，模样讨人喜欢。她弯下腰逗弄那孩子，心里纳闷，这女主人跟自己差不多大，长得又这么白净漂亮，怎么就这么早嫁了人？她咋就能看上那么个不成器的男人，还是个地痞无赖？莫非是让那无赖给逼的，没法子才嫁给了他？一想到这儿，李甜甜就一阵发怵，她越琢磨越害怕，寻思着要不要去村长家求村长给换个地儿，哪怕再穷点也行，只要那家的男人是个本分人就行。厨房里，林清雪正忙活着做饭，哪晓得外面的知青心里头正演这么一出大戏。不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林清雪端着面条走出来，招呼道：“女同志，先来吃碗面。”李甜甜回过神来，瞅着桌上海碗里飘着油星子的面条，
条，愣了愣神，他赶忙说道：“我叫李甜甜，嫂子你以后就叫我甜甜吧。”林清雪点了点头，没再多说啥。下午快4点的时候，拖拉机轰隆隆的进了村，按着你指的路停在了你家门口。在院子里头包着玉米的林清雪忽地听见外头有动静，赶忙放下手头的活，她站起身走到门口，正巧瞅见你从拖拉机上麻利的跳了下来，心里头直犯嘀咕，他咋就坐着这突突响的拖拉机回来了？还没等他开口问个究竟，那拖拉机的师傅就扯着嗓子喊上了：“小伙子，这么多东西，你家能搁得下吗？”说着，他就从车头绕到了车尾巴那儿，把电视机一点点往边上挪，生怕碰坏了。你一个箭步上去，就把电视机从车上扛了下来，冲着拖拉机师傅咧嘴一笑，说道：“以后地方大着呢。”站在旁边的林清雪被眼前这一幕给吓愣了，呆呆的问：“这些都是你买的？”那声音里满是不敢相信，这么多东西，还加个电视机，这得花多少钱？多少票啊？你见媳妇白净漂亮的脸上，一双眼睛直愣愣的，便走上前去摸了摸她的脸颊，心里头明白，他这是心疼钱，可这点小钱你压根没放在眼里，就想让媳妇以后跟着自己享福，再也不让她受一点罪。你凑到林清雪耳朵边小声嘀咕：“等会儿再跟你细说，你先站到一边去，别碰着你，我先把东西卸下来。”林清雪听了你的话，跟木偶似的挪到了一边，看着一件件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堆得跟小山似的，她心里头那个悔啊！早知道这样，她就抱着孩子跟你一起进城了。这得花多少钱啊？她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哪来的钱和票？一般人家谁看得起电视机啊？光是电费都得不少钱，真败家啊！这时候，站在角落里的李甜甜怀里搂着小婴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身材高大、肩宽腿长的年轻男人。他就是村里的地痞。他原以为你长得丑陋、粗鄙不堪，咋也没想到你竟是个五官深邃、相貌英朗的人。他长这么大，还很少见过这么俊的男人，看得他心里头扑通扑通的乱跳个不停。李甜甜这下算是明白了，林清雪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咋就早嫁了？原来这男人长得比电影里的王新刚都好看。东西卸完了，你从兜里掏出2块钱，递给了拖拉机师傅。师傅拿了钱，挥挥手，开着拖拉机就走了。你又开始往院子里搬东西，媳妇要帮忙，你还不让媳妇坐着歇着，压根就没瞧见家里还多了个陌生女人。赵振兴听着风声赶了过来，一看自己兄弟门口堆了那么多东西，都惊呆了。这懒家伙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他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家里也没啥东西可卖的，难道是卖了孩子？想到这儿，赵振兴不由得加快了步子，赶到门跟前，一眼瞅见女知青怀里的小侄女儿，心里头这才踏实下来。赵振兴啥话也没吱声，闷头帮着把物件搬进了院子，瞅着那沉甸甸的铁疙瘩，一通电就有画面和声音传出来，一群蚂蚁在上面咬架，可热闹了，跟看电影似的。他好奇的围着转了几圈，不好意思伸手摸，听说这玩意儿金贵着呢，要好几百块钱。这就是城里人常说的电视机，真没想到自家兄弟竟然给弄回来一台，全村独一份。东西归置妥当后，赵振兴把你拽到院门口，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你不慌不忙，拍着胸口说，这些都是自己打猎去黑市上卖猎物换的钱。你没把石斛的事儿告诉大哥，倒也不是信不过大哥，而是石斛都长在悬崖峭壁上，就算说了，大哥也帮不上啥忙，万一走漏了风声，还把自己的财路给断了。等来年开春暖和了，你领大哥二哥上山，寻几处好踩的地方，告诉他们窍门，往后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赵振兴想劝你好好种地算了，可瞅着眼前的亲兄弟，眼里闪着亮光，透出一股子以前没见过的精明和深邃，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让他这个当大哥的都觉得有点不认得。你想着大哥难得过来，就把想盖房的事儿跟他透了透，想请他帮忙看着，每天给他开1块钱的工钱。赵振兴抽了口烟说，你不犯浑，我给你白干都成，哪要什么工钱？不过建房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得花大价钱呢。大哥，钱我有，工钱我照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麻烦大哥帮我找个手艺好的师傅，材料也用好一些的，争取入冬前住进新房里去。赵振兴点点头，以为老四只是想把那3间草房修缮，哪成想他居然那么大的胆子，要盖2层。你之所以把这些事儿一股脑交给自家大哥，实在是因为你自个儿忙得脚打后脑勺。你琢磨着得赶在入冬前把石斛都采出来，如果再遇上何首乌这种野生药材，也能卖了换钱。要是再能撞上梅花鹿，弄点鹿茸、路边啥的，那可就是捡着大便宜了。眼瞅着天还早，哥俩人一合计，就找王栓柱。计划经济时代，盖房买砖也需要批条子。王栓柱这个村长在这年月权力达到无敌，你送了一包大前门，还给塞了1块钱，顺顺利利拿到了买砖的条子，开了条子，直奔公社的砖厂，把盖房用的砖给定下。赵振兴就耐了闷了，老四准备砌多厚的墙啊？咋定这么多砖？你跟他说要盖2层。赵振兴眼瞅着你掏出2张大团结，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就递给了砖厂老板。赵振兴心疼的直咧嘴，再一听他说剩下的钱等砖都拉家里头再结清，赵振兴瞪大了眼珠子，觉得这事儿简直不可思议。那可是大团结，不是草纸，就这么随便装在口袋里，也不怕给弄丢了了。赵振兴发觉自个儿这个烂赌鬼四弟，现在在外人跟前那派头足得很，比那砖厂厂长还像领导呢。往那儿一站，不怒自威的，要是换上不打补丁的蓝布褂子，说他是哪家领导的公子，都有人信。要不是脖子上的黑痣还在，手上还有之前打架斗狠时候的刀疤，赵振兴都怀疑老四是不是让人给偷换了。回家的路上，赵振兴整个人都是飘的，晕乎乎的。老四当然了，可他咋总觉得怪怪的？快到家的时候，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5张大团结递过去，大哥，除了木头，其他材料都麻烦你帮忙张罗着。赵振兴伸手想接，又觉得自己手有点脏，在衣服下摆蹭了蹭，才把钱接过来。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揣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生怕一不小心给弄丢了。赵振兴诚恳地跟你说，这么多钱，你信得过大哥？大哥一定给你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
样的。你点点头，亲大哥有啥信不过的？要不是大哥大嫂招呼事儿，就上辈子媳妇受的那委屈，搞不好闺女都生不下来，都会被自己折腾没了。赵家堂屋，林清雪正在拾掇你买回来的东西，她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方巾，仔仔细细地搭在电视机上，生怕落了点灰，弄脏了电视机。要她说买这玩意儿干啥？村里时不时就停电，还要架天线，没信号的时候满屏都是雪花。可看你兴致勃勃的样子，她也不好埋怨你乱花钱。她发现你又给她和闺女买东西了，有女士毛衣、裤子、皮鞋，还有几套闺女的小衣服。这人咋又乱花钱？谁家天天买新衣服穿啊？上次你去镇上给她买的那件外套，她还没过身，舍不得穿，居然又给她买了这么衣服。但看你念着娘俩，林清雪还是很开心。她抱起轻软厚实的棉被，准备往箱子里放，忍不住落下泪来。这比她嫁过来时谈的新棉花被子还好，东西都拾掇好。林清雪发现这人居然没给自己买东西，可她的衬衣也是补丁落补丁，鞋更是都破了个洞。李甜甜帮忙抱着闺女，眼巴巴地盯着那些新衣裳，抓耳挠腮，就跟猫看到了鱼似的。那鸡心领毛衣是城里最时兴的款式，自己逛商场也想买，但父母根本不同意，花小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件毛衣，看着自己想买却没钱买的衣服出现在这里，还不止一件。李甜甜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林清雪她男人长得那是一表人才，还特别舍得给媳妇花钱，而且还会疼人。刚搬东西时压根舍不得她动手，生怕她累着，心疼的跟眼珠子似的。村里咋能把这样的好男人传承是毒懒汉，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从外面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一进门就瞧见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那儿，笑眯眯的看着自家媳妇。这是你朋友？李甜甜在察觉你视线后，眼帘微垂，不敢与你对视。虽然她自诩城里人，一向看不起这帮泥腿子，但打从这家男人坐着拖拉机风尘仆仆的回来，她虽一直就在旁边站着，可她眼里心里就只有小嫂子一个大活人处在这儿，她愣是从头到尾都没瞅自己一眼。林清雪正忙着手头上的活，听到你这么一问，这才反应过来，家里头多了个人。那女知青一直闷声不响，自己又光顾着收拾你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就把她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林清雪赶紧带着歉意从李甜甜怀里接过孩子，冲着你说道：“这是队长领过来的下乡知青，说想暂时借住在咱家，你看咱要不把西屋拾掇拾掇，腾出来给他住。”话语里带着几分商量。虽然你说家里他当家，但他还是不敢自个儿做主，生怕落了不是。你一听说有外人要住家里，眉头不自觉的微微一蹙，你可不愿意有陌生人来搅和自己和媳妇的小日子。可当你瞅见媳妇期盼的眼神，到嘴边拒绝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生怕他以为自己服了他的意。你没吭声，先把媳妇拉到里屋，脱下外面的褂子，然后从暗兜里掏出卖石斛剩下的钱递给了他。接着你从林清雪怀里接过孩子，逗弄着把自己打算新建房子的事儿跟他说了说。林清雪从你手里接过钱，看着手里那一张张崭新的大团结，心里头有些难以置信，买了那么多东西，竟然还剩下这么多钱，2株石斛，1棵何首乌，还有那什么鹿茸，路边值这么多钱。当你说起想盖房子的念头时，林清雪赶紧把钱收好，在你那热切的目光下，小心翼翼地把钱藏了个严实，然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要是不盖房子，就凭这2回挣的钱，足够他们3口人过上好几年的丰衣足食、安安稳稳的日子。可要是真盖了房，这些钱怕是远远不够，还得欠下一屁股外债。娘家弟弟那边这2年也没少帮衬自己家，现在他们也有了孩子要养活，自己哪还好意思再开口借钱？林清雪正寻思着，你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突然在他那白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媳妇儿，钱的事情你甭操心，有我呢，你在家就好好歇着，别累着了。脸颊上那突如其来的柔软温热触感，让林清雪的脸瞬间红了个透，她媚眼如丝的瞪了你一眼，小声提醒道：“干啥呢？外面还有人呢，也不害臊。”你脸皮厚的跟铜墙铁壁似的，你只是笑嘻嘻的看着林清雪。上辈子的你身价不菲，什么场合没去过？说着你又俯身下去，低头在林清雪那红润饱满的嘴唇上轻咬了一口。瞧着媳妇白嫩透着粉红的面颊，你的心都跟着融化了。都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还青涩呢？你不再逗她，转回正题说道：“明天大哥会订材料回来，万一他钱不够，问你拿的时候，你可别忘了给他。”林清雪默默点了点头，心里头却有些膈应。她想起了隔壁邻居说的大哥和二嫂的事儿，再看到大哥，心里头就不得劲儿。你眼尖，瞧出了媳妇脸色不对，凑近她，贴在她脸颊上问：“咋了，媳妇？有啥事儿别憋在心里头。”林清雪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啥也没说。你见媳妇不想说，也就没再追问。那边李甜甜站在堂屋里，隐约听到林清雪提醒说外面还有人的话，脸蛋红得跟猴屁股似的。她放轻脚步，走到院子中间，呼吸着新鲜空气，鬼使神差地停下了去找队长换住处的脚步。这家男主人似乎并不像外头村民传的那般不堪。方才小嫂子整理物件时，他抱着孩子就站在那儿，瞧得一清二楚。那些物件里大都是家里用的，还有孩子和小嫂子的衣裳。偏偏就在李甜甜站在院子发呆时，你怀里晃着的小闺女已经甜甜的睡着了，金雕玉琢的小脸上带着恬静。你轻轻转身，将熟睡的小公主轻柔的放在床上，小心翼翼的拉上被子。随后林清雪从屋内走了出来，冲李甜甜说道：“今晚得委屈你先将就一下了，西屋的东西堆得有点多，你大哥可能一下子收拾不完。”李甜甜听到林清雪的话，扭过头来，瞧见她脸颊红扑扑的，不禁联想到刚才隐约听到的夫妻俩屋里的对话，脸上有些发
发烫，赶紧避开了他的视线。不委屈，那麻烦你跟大哥了。李甜甜连忙说道。林清雪冲着李甜甜笑着摇了下头，说道：“你不嫌弃我们家穷就好。”说着，她弯下腰，想把女儿的小木床搬到自己的东屋去。你见状，赶紧冲上来帮忙。媳妇，我来搬，你小心闪着腰。林清雪笑了笑，转身去了西屋，也想帮忙收拾。光着膀子干活的你，被媳妇一再要求，只好套上了个白色背心。那肌肉线条分明的臂膀露在外面，透着一股子力气。背心遮住了她宽阔的后背上那深浅不一的抓痕。你浑然不知媳妇为什么让穿背心，就这么扛起几个竹耙，打算搬到院子里。刚忙活没两下，就瞅见媳妇挽着袖子进来了。你连忙开口阻拦：“媳妇，这儿不用你搭手，灰尘大着呢，你快出去院里待着去。”你说着，见林清雪不听劝，心里一急，放下手里的篱笆就把人往外推。你心里那个心疼啊，这儿灰尘这么大，咋能让她进来帮忙呢？要不是想着接下来建房子，家里得有一群大老爷们儿进进出出的，你才不会留下这个女知青住家里。不过话说回来，留下李甜甜也有好处，自己上山打猎采石斛的时候，她能陪着媳妇说说话解解闷。李甜甜瞧见你把林清雪推了出来，忍不住捂着嘴笑着打趣道：“嫂子，大哥可真疼你啊！”听到李甜甜的话，林清雪脸上泛起了红晕，有些羞涩的笑了一下，没应声。这人真是变了样，只要他在家，啥活都不让自己沾手，连晚上擦身子的热水，他都烧好端到屋内给自己。这些天确实有种被小心呵护的感觉，就是太好了，以至于过得都有些不真实，甚至有些提心吊胆的。林清雪生怕你新鲜劲过了，又变回从前那样，搞得每天都心揪着，过得患得患失。他的精神现在每天都处于高度紧绷状态下，贪婪的希望这种好日子能维持久一点，所以他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惹你不高兴。吃饭的时候，看着他把白面馒头递给自己，他却大口的啃着粗粮馒头。明明嫌粗粮馒头不好吃的是他，让自己做些白面馒头的也是他，可做好了，他却一口不吃，全都留给自己。其实自己吃啥都行，只要他能安心过日子，别再出去瞎混，就心满意足了。林清雪到现在也没闹明白，你咋就突然变这么好了？之前他也不是没喝醉后做了混事，酒醒后抱着跟自己道歉，跪在地上发毒誓的时候，每次发完酒疯后，确实会收敛一些，可那也就好个2、3天，就又打回原形，继续出去鬼混。从来没见过他像这些天一样，又是做饭又是烧水，还会哄孩子，连衣服鞋子都给孩子买齐全了。林清雪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时刻提醒自己得保持着清醒，别一头栽进这甜蜜的漩涡里。万一以后梦醒了，现实跟现在不一样，那可咋整？可你不知道媳妇心里这些弯弯绕绕。眼瞅着天擦黑了，你终于把西屋拾掇出来了。那屋是土瓦房，一直堆着杂物没人住，墙上的报纸都烂得跟蜘蛛网似的，一碰就掉渣。虽然打扫过，可里面还是很大灰尘。你手脚麻利的用木板搭了个小床，算是完成了媳妇交代的任务。林清雪见你满头大汗的走出来，赶紧拿起毛巾递过去，快擦擦，饭马上就好了。你没伸手接，修长挺拔的身体微弯下腰，把一张放大硬朗英俊的脸凑到自己媳妇面前，喷洒着鼻息的热气说道：“媳妇，你帮我擦吗？”听到你的话，林清雪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拎着东西进屋的李甜甜，等她进去后，踮起脚，抬手给你擦着额头上的汗，还不忘嘱咐你，家里有外人，你以后早上起来上厕所别再光着膀子了，穿个大裤衩子了，免得让小姑娘看见害羞。你漆黑炯炯有神的眸子盯着近在咫尺的媳妇，看她擦得那么仔细，还叮嘱这些琐碎小事，心里头暖洋洋的。虽然觉得在自己家还不能光膀子有点别扭，但看着媳妇那一本正经的样，你扬起唇角，在林清雪红润的朱唇上蜻蜓点水亲了一下，爽快的答应了，都听你的。林清雪被你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小动作弄得脸红耳赤，就自己跟他在家也就算了，现在家里还有个未婚的大姑娘，真是没羞没臊的。林清雪涨红着脸冲你说道：“别磨蹭了，快去洗手吃饭。”转身就去了厨房。你看着媳妇落荒而逃的背影，咧嘴笑了起来，英俊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你走到井旁边，打了一桶冷水上来，哗啦哗啦的洗了把脸，出了一身汗，身上黏糊糊的，难受的很。你环顾四周，院子里就你一个人，把小背心一脱，直接把桶里的冷水从头浇了下来，凉快极了。没想到李甜甜刚好从屋里出来，瞧见了这一幕，瞧着光着臂膀的男人背对着自己，露出健硕的身材，肌肉匀称，线条分明，上面还带着几道抓痕。李甜甜看得脸颊发烫，羞得转身又进了屋。就这土坯房不隔音，黑黢黢，还到处都是灰，李甜甜是一天都住不下了。林清雪听着那哗啦哗啦的水声，端着菜就走了出来，一眼就瞧见你光着膀子，身上湿漉漉的，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顿时心里头就窜起了一股火。他把菜往院子里的石桌上一放，上前就拽着你的胳膊往屋里拉，一边拉还一边埋怨：“这么冷的天，你要是生病了可咋整？”你任由媳妇拉着进了屋，听着他那埋怨的话，心里头却暖洋洋的，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担心自己。进了里屋，林清雪拿起一条孩子盖的小毯子，踮起脚尖，小心翼翼的给你擦拭着脑袋上的水。他专注的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嘴里还不忘数落你。低头，快点，压根没注意到你正笑得一脸不值钱的盯着他看。听到媳妇的话，你赶紧岔开长腿，乖乖的低下脑袋，让媳妇给擦。媳妇，明天换上新衣服呗，我想瞅瞅。你这话一出，林清雪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也没吭声。她见头发擦得差不多了，就绕到他身后，一寸寸的给你擦拭着后背上的水渍。瞧着他后背上的痕迹，脸没有一烫，自己明明之前都不这样的。想到这些，林清雪的心跳变得乱糟糟的。她把小毯子扔到你怀里说：“前面你自己擦，擦干净后换好裤子出来吃饭。”林清雪撩开布帘出来，正撞见从西屋出来的李甜甜，两人相视一笑，默契的都没说话。3间泥瓦房，巴掌大的地方，东屋说的话西屋听得清清楚楚。李甜甜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不自在。这要是晚
上，自己岂不跟架在火上烤似的？你换了条裤子，上身套了件灰衬衫，大步走出来。你坐到媳妇旁边的石墩上，扫了眼石桌，早晨炒的鸡蛋几乎没动，8块肉1块没少。你皱起眉看着媳妇，你早上没吃饭。林清雪刚拿起筷子，抬头见你黑着脸皱着眉，心猛地一抽，手一抖，筷子吧嗒掉在地上，他瞬间被击垮了。这么快就露出原形了，他还以为这次他能坚持久一点。梦醒的真快，他放下另一根筷子，避开你的视线，深吸一口气，吃了半个馒头跟2块鸡蛋，声音平静，手却死死攥着破旧外衫，浑身发抖。筷子落地的声响让你猛地回神，你察觉到不对，仔细一瞧，林清雪眼眶红透，湿漉漉的，像被雨水打过的杏儿。你心里一紧，顿时慌了，自己就是心疼他不舍得吃，哪想到口气太冲，把他吓着了。你伸手想抱他，却被躲开，你更慌了。1米8几的大个子蹲在媳妇面前，满脸惊慌。媳妇儿，我刚就是有点着急，真没想着凶你。语气一软，林清雪的委屈憋不住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刚才真被吓坏了，以为你又变成那个脾气暴力、会动手打人的恶魔。你心疼的要命，拦腰抱起他，快步进了东屋。李甜甜刚坐到石凳上，一脸茫然，刚才到底咋回事？院子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屋里，你心疼的看着怀里的人，眼圈哭红了，精巧的鼻头泛着红，心里跟刀绞似的，低头在他眼皮上，你轻声细语道：“媳妇，对不起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怕你舍不得吃，一着急才凶了你。我整天在外头忙，也没法时刻盯着你吃饭，一时心急，语气就重了。”林清雪心里渐渐舒坦了些，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过分，最近被他宠着护着，变得娇气了，话都说开了，她更觉得不好意思。白皙的手指紧紧拽着他胸前的衬衣，眼帘微垂，咬着下唇，一句话也不说。这时你毫无征兆的来了句：“媳妇，你这咋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林清雪这才注意到自己应该是溢奶了。还没等他回话，你想到最近熬的鲫鱼豆腐汤和鹿肉，又问咱女儿最近够吃不够。林清雪白嫩的脸刷得红了，跟熟透的柿子似的。她从怀里挣脱出来，背对着你：“你先给我出去。”声音轻颤。这些天每天都喝鲫鱼汤，不知是不是真有用。这2天孩子都吃母乳，没再喝奶粉，可即便如此，奶水还是很多。白天胀得疼，昨天晚上还被这个没脸皮的吃了些，今天白天才没那么难受，可竟然还是溢奶了。她涨红着脸，低着头解扣子，压根没注意到你正直勾勾的盯着她的动作，眼巴巴望眼欲穿的看着。林清雪刚褪去外衫，才发现这没脸没皮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看，她顿时羞恼：“你做什么？快出去，我要换衣服。”你压根没有要出去的意思，脑袋反而凑近了几分。媳妇，孩子睡了，你这样胀得难受，我来吧。说完，没给林清雪任何反应机会。李甜甜坐在外面石凳上，单手托腮，天都黑了，星星月亮都跑出来了，那夫妻俩还没出来，她不敢贸然进去看，只能等着。过了许久，2人从屋里出来，李甜甜瞧见小嫂子眼尾湿润，双颊绯红，嘴唇红得鲜艳欲滴，是被哄好了吧？林清雪见李甜甜盯着自己，想到刚才的事，脸烫得厉害，坐下来，拿起筷子递给李甜甜：“吃饭吧。”又拿一双筷子递给身边的男人。你落座后，全程没分给李甜甜一个余光。你拿个细面馒头放到媳妇手里，自己拿个粗粮馒头大口啃起来，心里琢磨着抽空去烫水库，弄几条鲫鱼给媳妇补补。林清雪哪知道男人想什么，她担心李甜甜不自在，递了个细面馒头过去：“吃吧，别客气，把这儿当自己家。”李甜甜咬了一小口，心里犯嘀咕：这个家到底是穷还是富？说穷吧，吃细面馒头，菜是炒鸡蛋和肉，这条件城里也不逊色。早晨队长家吃的可是黑窝窝头配腌萝卜。说富吧，住的是3间土坯房，除了今天买的电视机，连件像样家具都没有。自己睡的那张床就是几块木板随便搭的，他铺床时都怕夜里翻身床塌了。哦对，白天听他跟拖拉机师傅说要盖房子，那这老房子岂不是要拆了？到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他为什么还要留下自己？看得出来，这个大哥眼里除了小嫂子容不下任何人。他明明不喜欢自己住这儿，正胡思乱想，屋里传来孩子哭声。下一秒，你起身让林清雪接着吃，自己大步进了屋，打开灯，抱出小床上醒来的女儿。林清雪放下筷子，伸手要接，你避开了，你先吃，我还不饿，等会儿再吃。林清雪自然知道他是想让自己先吃才说不饿，从外面回来又忙着清理杂物，怎么可能不饿？但他没戳穿，拿起筷子继续吃。李甜甜垂着眼眸小口啃馒头，余光偷偷打量着夫妻俩的相处模式，不自觉跟家里对比，自己2个哥上工回来几乎不碰孩子，孩子哭闹都是嫂子们先哄，一手抱孩子，一手艰难吃饭。可眼前这位大哥抱着孩子在院里来回走动哄着，他觉得不可思议。林清雪快速吃完饭，从男人怀里接过孩子回了屋。他一离开，李甜甜偷偷抬眼看了看对面的年轻男人，只见他大口啃馒头，加鸡蛋吃，英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透着冷漠疏离。这跟小嫂子在时完全是2副面孔。李甜甜看得有些瘆得慌，坐立难安，磕磕绊绊地说：“大哥，我吃饱了。”他收拾碗筷端进厨房，利索洗完就回了西屋，没敢再出来。天完全黑了，你独自坐在院里，吃掉剩下的4个粗粮馒头，喝完面汤才算饱。随后你又烧了锅热水，端着水盆回屋。媳妇，你记得擦擦身子，我去上个厕所。你把水盆放支架上，走了出去。林清雪关上门，脱了衣服，用热水洗澡。洗完刚穿好衣服，隐约听到房后有动静，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下一秒，外面传来男人声音：“好妹妹，你是不是在洗澡？”林清雪浑身汗毛直立，大声尖叫。屋外的你刚提上裤腰带，听到尖叫迅速走出来，迎面接住扑进怀里的人。
紧紧搂着垂眸问：“怎么了？”林清雪双臂紧搂他的腰，身子站立。房后刚才有人。你抬起漆黑的眸子朝院墙外看去，果然看到一个人头匆匆跑远。刹那间，深邃的眸子染上渗人的愠怒。你收回视线，看着怀里只穿贴身衣物的人，拦腰抱起放到床上，从卧室出来，冲站在西屋门口的李甜甜交代：“你帮我看着他，我出去一趟。”你没再多说，迈着大长腿走出院子，修长挺拔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村东头二赖子家里，隔壁邻居听着二赖子凄惨的哀叫，还有拳头打在身上的闷响，听得心肝打颤。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魂不吝，骨子里是个狠人，不清楚二赖子怎么招惹到你。听着动静，你是下了狠手，真怕人被活活打死。四哥，我错了，我是去看知青李甜甜的，但我真的啥也没看见。听见二赖子求饶，你直接把他下巴卸了，胡说八道什么？你不是馋肉了，去吃肉吗？四哥，我错了。二赖子连爬起来跪下的力气都没了，真怕被你打死。有那么一瞬间，你真想废了他，可想想林清雪和女儿，下手没那么狠了。林清雪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听到院里哗啦啦的水声，才知道你回来了，在洗冷水澡。过了10几分钟，听到开门关门声，黑暗中你以为他睡着了，放轻脚步进屋，正想摸黑上床，床上传来声音：“你回来了。”林清雪伸手拉开灯，屋内亮了，你停下动作，见床上的人单手撑着脑袋，乌黑秀发散落在雪白肩颈，你眸光沉了沉，迈腿上床，抬手关掉灯。黑暗中，你揽住他没一丝赘肉的腰，拍着他的背：“没事啦，媳妇，睡吧。”你没回来前他不敢睡，怕你下手没轻重把人打死，又怕村里人说闲话，他吓坏了，像小猫一样缩在你怀里，脸颊贴着他结实炽热的胸膛，听着强而有力的心跳，慢慢止住呜咽。他不敢大声哭，怕吵醒女儿。看着这样的媳妇，你只觉得自己打轻了。本以为以自己的恶名，村里小混混不敢，没想到还有人敢动歪心思。不过今天之后，那些动了心思的人该消停了。看着男人脸上带着疲倦，想着他这段时间早出晚归，挖石斛售卖，把钱拿给自己，保护自己，哄自己，他是真的改了。黑暗中，林清雪哭累了，迷迷糊糊睡着。你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才松了一口气。次日，林清雪在睡梦中被屋外的说话声吵醒。院子里，赵大嫂把烧好的水加了一大把白糖，给干活的人挨个倒水。这年头糖是稀罕物，平时谁家也不舍得买。曹凤杰喝了一碗糖水，凑到赵大嫂跟前小声问：“大嫂，昨天怎么好像听见你家弟媳妇在家嚷嚷？”赵大嫂放下水壶，瞧着一脸八卦的曹凤杰：“哟，你家李小四家2里地呢，你都听见了？咋的？你晚上闲着没事干，蹲人家小两口窗户底下听墙角呢？”曹凤杰笑了笑没应声，想到昨天夜里听说你把东头的二赖子打得半死不活，还断了一条腿，赶巧着城里媳妇不消停，估摸着应该是这个媳妇背着你偷人了。他压不住想跟人说道。赵大嫂懒得搭理他，拎着水壶给其他人倒水，来到你身旁，给你使了个眼色，小声说：“你去看看清雪，以往这个时候她早就醒了，可别给吓生病了。”正在搬砖的你停下手上的活，早上起来时她确实还在睡，眼下都10点了。你撩开帘子进了卧室，在你开门进来时，林清雪就醒了。你下意识将人揽入怀中，侧脸对怀里人说：“醒了就先把衣服换好，一会儿我把饭端进来给你吃。”嗓音带着几分暗哑，窗帘还拉着，外面吵得厉害。林清雪忍不住问：“院子里搞什么？那么吵？”你笑着回：“在翻修院墙，乱糟糟的。媳妇儿，你先别出来，外面还有事要忙。那你还不放开我？”你不紧不松，反而搂紧了，冲他说：“你亲我一下，我就放开，别闹了，快放开！外面都是人，我哪里闹了？你是我媳妇儿，我让你亲我一下你都不愿意，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语气带着几分委屈的凶悍。林清雪本想解释，最终什么也没说，凑上前在他脸颊轻轻点了下：“好了，快放开我！”被他亲了一下的你，漂亮的眸子闪过亮色，开心的捧着他的小脸亲了上去。“我在屋里待着也无聊，我想出去帮忙。”你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无聊的话，一会儿让大嫂进来陪你说说话。”林清雪知道出去帮忙无望，见你迈步开门出去，无聊的回了卧室，逗女儿去了。因帮忙的人多，院墙当天下午4点多就砌好了，2米高的院墙上面铺满了玻璃碴子，一般人没有梯子辅助，想翻2米高的墙都困难，更何况墙上还铺着玻璃碴子。盖房子先盖院墙的，这也是头一份。你家房后，曹凤杰咯咯笑了笑：“昨晚我出来上厕所，瞧见二赖子从林清雪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的，怕是俩人都那个啥了。”张红霞惊呼：“不会吧？要是真的，林清雪也太不要脸了。”妯娌2人嘀嘀咕咕挤眉弄眼，瞧林清雪的眼神露出轻浮之色。这一幕被一直盯着他俩的你看见了，话也是一字不漏收进耳底。这俩娘们真是欠削，自己舅舅这俩儿媳妇居然是这种玩意儿，说什么来帮忙的，明明是来混糖水喝的。你可瞧见了，曹凤杰还带了个茶缸子，裤兜子也鼓鼓囊囊的，看来没少装给帮忙人吃的小零食。你琢磨怎么收拾曹凤杰和张红霞，必须一次性收拾到位，省得麻烦。吃过晚饭，你晃晃悠悠去了舅舅王大山家。王大山和2个儿子没分家，都住在一起。你过去时，王家正吃饭呢，见你来了，大家都挺意外。振国，吃饭了吗？舅舅王大山问。镜子刘淑琴往嘴里扒了一口饭，见你朝自己这边走来也没多想，一步步来到曹凤杰身边，你一把薅住了他头发。你这举动把现场人惊住了，伴随着曹凤杰惊呼，一个个才反应过来。王和腾的站起来：“振国，你发什么疯？”你冷冷一笑：“我发什么疯？你问问你媳妇。”曹凤杰怎么都没预料到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你耳朵里，他这么快就来了。你数落起曹凤杰的不是。刘淑琴跟王大山听完脸都黑了，这娶回来的哪是儿媳妇啊，这是灾星。平日里就怕自家儿子跟着这个振国不学好，千叮咛万嘱咐少来往，这女人还敢上杆子编排人家。曹凤杰暗骂你不是玩意儿，但嘴上又不知怎么解释。张红霞站了起来：“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振国，你先松手，
手。曹凤杰好歹是你表嫂，你看着一丘之貉。张红霞，你特么也不是啥好东西，给我坐下。张红霞有些尴尬，看看自己男人，王勇不声不响，明显不想趟这浑水。你抬手一巴掌打在曹凤杰脸上，我让你瞎逼逼，我打不烂你的嘴。曹凤杰被打懵了，完全没想到他竟然敢。王家老小也没人阻拦，你抽了曹凤杰6个耳光才罢手，一把松开他。曹凤杰眼冒金星，站都站不稳了，踉踉跄跄扑在王和身上，被自己男人狠狠推开。王大山悠悠来了一句：“你就是找打，活该。”刘淑琴瞪曹凤杰，赌心的厉害。曹凤杰，你缺心眼怎么地？还是看不得郑国两口子好？这种话你都敢瞎说，明显在挑拨离间。被打都没人心疼他，我没说那些话，除了死不承认。曹凤杰已无路可走，你没说那些话，你敢发誓吗？你要是撒谎就死全家，让你爸妈都不得好死，让你儿女都不得好死。曹凤杰太嫩了，哪里是老奸巨猾的你的对手？2句把曹凤杰的嘴堵死了，他心虚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看明白了，你目光看向所有人。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要是让我听见谁在村里传闲话，挑拨我们两口子关系，别怪我不讲情面，到时候打死打残我概不负责。话音落下，你又狠狠给了曹凤杰2脚。王和看看上前，对着自己媳妇又是一番拳打脚踢。曹凤杰脸都肿了，被王和打得连连求饶，依旧没人敢上前拉架。你没走，显然是没消气呢，谁拉架谁倒霉。好一会儿，刘淑琴叹口气，差不多得了，打伤了还得花钱治病。王和扬起的手一巴掌落在曹凤杰脸上，这一下打得他嘴角都流血了。你哼了哼，我让你嘴贱，再犯贱，下次我就把你嘴缝上。扔下这句话，你扬长而去。屋内除了曹凤杰哭泣声，再无第二种声音。你收拾过曹凤杰，身心愉悦，乐呵呵回家找媳妇去了。见他走了，王大山给刘淑琴递了个眼神，让他带着俩儿媳妇去厨房收拾。堂屋中央，闷声抽烟的王大山用烟袋锅子敲了敲桌子。王和、王勇，你们俩管好你们的媳妇儿，如果村里有小四家的闲话，我也保不了你们。小四我们惹不起，最近听说是学好了，但是我瞧着反而是更混了。王和、王勇两兄弟低着头，不敢吭声。吱嘎一声，陈旧的木门被推开，曹凤杰急忙闭上了眼睛，都没想好自己要怎么办。结婚几个月了，自己肚子还没动静，公公婆婆还有丈夫刚才看着自己挨打都不出手，这都是什么人？王和进来也没说话，坐在炕沿边上沉思，心中很乱，很不平静。自己这个表弟很不简单，爹的意思是不要招惹他，可自己这个媳妇怪漂亮的，让他完全放手送回娘家，他也舍不得。四目相对，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曹凤杰爬了起来，我错了。王和有些意外，就没想到他会有认错的一天。曹凤杰见他不说话，以后我安分守己跟你过日子，保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王和盯着他看了几眼，扭头走了。曹凤杰扭头看看他后背，抿嘴有些不知所措，要不自己主动点，今天这顿打绝对不能白挨了。翌日清晨，林清雪将醒发好的面分成5个小剂子，放进锅里烙制2面金黄，正打算掐小块尝尝味道，却被从背后环上来的拥抱吓了一跳。你个头很高，弯着身子才能将他整个抱在怀里，下颌顶在他颈窝上。林清雪瑟缩了一下，闻见熟悉的味道才放下心来。他迷迷糊糊转过头，发现他盯着自己手中的吃食，淡然一笑，将面饼喂进他嘴里。味道咋样？好吃。你的笑真挚而自然。媳妇儿，其实不用起这么早为我做饭，你哄着孩子多睡会儿。你要去打猎，山里冷，早晨吃点热的好。前些日子看你早晨随便带点干粮就出门，林清雪自然想为你做点什么。我出门了，你吃过早饭，穿好大靴子，挑着箩筐朝山上走去。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顺利找到那株石斛，掏出工具忙活起来。临到中午，石斛全采完了，眼看时间还早，你没立即下山，在周围寻找枯木碰碰运气，果然发现大火。你迈着大步走过去，那是蘑菇？不对，哪有那么红艳艳的干瘪蘑菇？那是4个形状大小不一的灵芝。今天这趟山来的值了，以前怎么没发现？这深山遍地是宝。放下箩筐，折了些带叶子的草铺好，用锋利的刀刃将灵芝割下放进去，上面又铺了厚厚一层草。正准备离开，眼角余光捕捉到栗树旁一个不起眼的小洞，洞口周围散落着细碎泥土和脚印，那是獾留下的痕迹。这好像是个獾洞，獾肉鲜美，可以给媳妇补身子。獾油是珍贵药材，不过獾机敏狡猾，直接捕捉绝非易事。你决定用烟熏法试试运气，翻找空间，找到一小捧干辣椒，小心翼翼地将干辣椒和干柴塞进洞口。火光跳跃，浓烟滚滚升起，带着刺鼻气味向獾洞内弥漫。你退到一旁耐心等待，獾感受到烟雾异味，会本能地寻找出口逃离，而你已在洞口布置好布网，只待獾自投罗网。你有赌的成分，獾善于挖掘，洞穴设计精巧，往往有多个出口。他记得动物世界说过，有的獾洞甚至超过130个出口。时间1分1秒过去，山林寂静，偶尔传来鸟鸣。你紧盯着洞口，手心微微出汗，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没动静，刚想放弃了，准备用湿树枝把火扑灭，洞口有动静了，一只毛茸茸的獾头探出来，眼睛在烟雾中闪烁着惊恐，紧接着整个身子钻出洞口，惊慌失措地冲向捕网。你眼疾手快，迅速拉动网绳，将獾稳稳困在网中。这只獾目测大概20斤左右，1/6的洞口概率能抓到这么一只，你已非常满意。从空间取水，确保火完全熄灭后，你才掉头下山。而这时家里一些村民知道你买了
电视机，好奇的纷纷上门，想看看城里人说的电视机长什么样。一天下来，你家热闹非凡，人流来一波走一波。期间有些村民看到赵振兴让人送来一堆建筑材料，询问得知你要建房子后，纷纷露出惊讶表情，说什么的都有，都觉得你这房子盖不起来，觉得你没那么多钱，更背后偷偷议论你不会过日子，花那么多钱买个铁盒子没啥用，浪费钱还浪费电。林清雪光应付来看电视的村民就累得够呛，她觉得今天家里比结婚时都热闹。媳妇，我不在家监督你，你也要好好吃饭，太瘦了。被你卡住腰，抱着孩子的林清雪嗔怪地瞪着你，刚想说她不分场合胡闹，就听到大嫂在外面喊：“既然老四回来了，青青，那我就回去了。老赵下地快回来了。”说着就往外走。林清雪赶紧叫住大嫂：“嫂子等一下，把闺女交给你。”自己出了厨房进东屋，拎着一袋冰糖出来，塞到大嫂手里。她生怕这期间你发话不让她送。冰糖是稀罕东西，她舍不得吃，但要不是大嫂帮衬，娘俩之前的日子还要更难。大嫂今天听说有很多村民来看热闹，连花也不纺了。要不是大嫂来了，这么多人自己哪能招呼过来？以前家里穷，总占大嫂便宜，现在宽裕了，也想报答下大嫂，哪怕是妯娌，也不能总占人家便宜。大嫂，这是郑国买的，你拿回去给娃娃他们吃。大嫂看着手里那小半斤冰糖傻眼，赶紧把东西推过来。不行，你留着给妞妞吃啊，糖水是招待尊贵客人的，一般人家哪喝得起这个？谁家新媳妇回门要是能带这东西，那娘家人面上可太有光了。俩人抢夺了好几个来回，眼瞅着袋子都要破了，大嫂才不好意思的接过冰糖，转身回家。林清雪怕自己擅作主张，你会怪罪，搓着衣角结结巴巴解释：“郑国，多亏了咱嫂子来帮忙，那会儿人太多了，把我忙得晕头转向，差点就忘了要吃饭。我把冰糖给嫂子，你别生气，也千万别犯浑，再去要回来。”看着媳妇战战兢兢的小模样，你感觉有一只手攥着自己的心脏，心都要碎了。媳妇还是信不过自己，总怕哪句话说不对了，自己打在骂她，自己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你不说话，林清雪更惶恐了，像做错了事一般低着头嘟囔：“郑国，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生气。”你一手揽着闺女，另一只手把媳妇也揽进怀里。有些话你需要跟媳妇讲透，误会这东西千万不能隔夜，否则会越积越多。两口子过日子，最忌讳不好好说话，不沟通就全完了。你拍着媳妇的背，下巴蹭着她的头发，用非常温和的语气说：“媳妇啊，我都说了，咱家你当家做主，钱你管着，想干啥就干啥，你说了算。一包糖而已，你想吃咱们明天再买，你不用那么在意我的态度。对于你的任何决定，我都无条件支持。”初听这话，林清雪还以为你在跟自己赌气，可你说了一遍又一遍，不似作为。林清雪这才敢信，天知道她刚才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这人翻脸。看媳妇呼吸慢慢平稳，你才放下心来。看来以后每天晚上都要跟媳妇谈谈心，想带媳妇去城里散散心，但知道媳妇肯定不乐意，怕进城一扭脸自己就把闺女给卖了。可你觉得这会儿带媳妇出去散散心比较好？媳妇，要不要跟我去山脚下溜溜？我打支鹌鹑给你打牙祭。林清雪有点想去，也不是嘴馋想吃鹌鹑，就是最近这人也不让自己下地挣工分了，让自己在家调理身体，带好娃就行。她生完娃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那时候她不心疼自己，现在反倒心疼上了。也不知道她给了王栓柱啥好处，家里俩劳力都不下地，王栓柱也不来催。看媳妇明显动了心思，却还在犹豫，目光在院子里那些人身上游移不定，知道媳妇是担心他们出去了，家里的东西不安全。你哈哈一笑，没事，你等一下。说完抱着孩子出了厨房，也不知道他咋跟人家说的，堂屋的人全出来了，你连李甜甜也赶了出来。李甜甜其实挺想跟着这一家三口去山脚下看看，听说山上有老虎，他们这群知青都不敢靠近，可瞅着人家并不欢迎自己，只能在村里瞎转悠。路上你发现媳妇时不时瞅自己，欲言又止，停下脚步，满脸期待地看着他。林清雪鼓足勇气说：“郑国，明天我能不能回娘家一趟？结婚这么久，身边的男人总算有了人样，知道挣钱贴补家用，照顾妻女了。林清雪想回趟娘家，安安母亲的心，让她不用再发愁自己嫁得不好了。你以为媳妇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建设，有多大的事要说？结果就这，你单手抱着女儿，那只手牵着媳妇。明天我跟你一起回娘家，你在家等着我。算起来，你可没少从丈母娘那里搞钱。明天进城把手上的石斛、何首乌还有一些鹿肉卖了，应该够还钱了。再顺便给丈母娘买点礼物。”林清雪压根都想不到这人居然会这么说，真是意外之喜。她忍不住点点头笑了。没过多久，你带她来到一片生长着野鸭的湖泊前，停下脚步，就到这里了。这湖早年间淹过10几个调皮捣蛋的皮孩子，村里都传里头藏着水猴子，邪乎的很，所以一般人都绕着走，轻易不敢靠近。你才不信这个邪！脱了衬衫垫在草上面，让媳妇抱着孩子坐在上面等，还不忘撒上雄黄粉和艾草粉驱虫。林清雪扒开面前的杂草，望着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树林的湖泊，眼睛一亮，草丛里传来嘎嘎的野鸭叫声。林清雪忍不住兴奋地问：“你上次的野鸭就是在这里打的？”你点头回应：“那应该有野鸭蛋。”这个季节正是它们下蛋的时候。他一边拨开比人还高的野草，一边朝野鸭叫的地方走去。还没走近，草丛里的野鸭就察觉动静，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林清雪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哎呀，野鸭都跑了，你本就是带它散心，无所谓的。没事，你歇着，我去找找。”你把人赶回去，自己走进草丛细细翻找，果然找到不少野鸭用干草和绒羽搭的巢穴，里面躺着灰绿色的野鸭蛋，有不少呢。你捡了几个折返回来给他看，两手空空出门。这会儿林清雪看着野鸭蛋犯愁，怎么带回去？4只手撑死也带不走10几个，还有好多带不走。对于节俭惯了的他来说，太可惜了。林清雪踮脚扫视湖泊周围，见长着不少金条树，忙把女儿递给你，你帮我抱着女儿，我有办法。他拿出小刀去割金条，你看明白他的意图后，把女儿放树杈上，
上，也拿出刀帮忙割。媳妇儿，我自己割就行，你手生会伤到自己。抱着女儿等着，你动作极快，不一会儿弄了一堆金条，寻了平整地方剔掉绿叶后，林清雪开始平铺金条编起来，你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一点忙帮不上。林清雪不一会儿编出篮子底，突然像想到什么，抬头看天色问你饿不饿，你摇头表示不饿。林清雪摸摸肚子，不好意思，可是我有点饿了，你赶紧到，我去打猎，给你烤鸟吃。不用。林清雪从布包里拿出2个馒头，我带了馒头，热热就能吃，你也吃点。你瞥了眼布包，迟缓的点头。林清雪笑得眉眼弯弯，在湖边割干草生小火堆，把馒头放火上加热，让你看火候，又去一旁编篮子，一刻也不得闲。他速度很快，烤馒头的香味刚迸发，篮子就编好了。他凑到你面前显摆，你看好不好看？太好看了，媳妇的手真巧。你抬头看了一眼，把烤馒头拿下来递给他，吃吧。林清雪放下篮子，用湖水洗手，两人坐在湖边枯树上，就着山风和秋阳，一口口吃烤馒头。你吃完后起身，拾起篮子，独自进草丛捡野鸭蛋。这山林常年无人造访，野鸭少了许多天敌，繁殖得很好。就林清雪吃饭这会儿功夫，你就捡了1篮子，看样子还能再捡2篮子。林清雪得了1篮子，也不贪多，有这些就够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往深处去，看能不能打到别的猎物。你一头扎进丛林，林清雪抱着孩子，目光盯着远处树丛里的男人，时不时见他冒出脑袋，趴在地上小心移动。他在草丛匍匐时，他的心也跟着提起，这么深的草会不会有蛇？万一他被蛇咬了怎么办？越想越后悔，等待变得漫长，人也焦虑起来。在他冒头时，他冲树丛里焦急喊：你快上来，我不吃鹌鹑了，距离太远，你压根没听见。又一头扎入树丛，林清雪更加坐立不安，抱着孩子弯腰捡起地上的衬衣拽在手里，站在山脚下紧紧盯着远处。鹰带着媳妇且指在山脚下，你没用猎枪，而是用弹弓，这不是寻常货色，骨架由钢筋茶烧热弯曲而成，经过无数次打磨调试，弓弦用上等牛皮筋特制，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你眼神锐利如鹰，紧盯着天空搜寻目标。终于在夕阳最后一抹余晖中，一只大雁缓缓飞入视线，扇着翅膀似乎正急着归巢。就你了。你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缓缓举起弹弓，弹弓射程有限，大雁飞得很高，但你自有办法。起手一个3连射，第1颗石头飞向空中，第2颗紧随其后撞上第1颗，第3颗立刻撞上前2颗，带着破空之声直追那即将消失在天际的身影。最终第1颗石头在后2颗冲击下精准击中大雁翅膀，大雁身体猛地一颤，失去平衡，在空中盘旋后无力坠落。你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激动与自豪。他紧握弹弓，目光跟随着大雁下落，直到他稳稳落在不远处草地上。等你拎着大雁往下走时，瞧见媳妇抱着孩子匆匆往山上走。看到这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山路非常滑，你连忙开口制止，危险，别往上走。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林清雪连忙止步，声音带着轻颤冲你喊：你快下来，我不吃鹌鹑了，再也不吃了，你赶紧下来。说到后面，眼眶都红了。他守在草丛里，看着山上许久没动静，天知道那一刻他有多害怕，怕这人山里有个意外，自己可怎么办？压根不敢想象。你也察觉到媳妇不对劲，哪里还有心情打猎？连忙应声：我这就出来，你站在那里别动。说着赶紧下到山脚，你拎着大雁阔步来到媳妇面前，盯着她通红的眼眶问：怎么了？是不是冷？走，咱们回家。林清雪什么也没说，转身抱着孩子走在前面，不安害怕的心久久无法平复。你压根没搞明白，媳妇咋突然就不高兴了？出门时还好好的，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人就变了脸。你好几次想开口搭话，想把外衫和裤子要回来，可瞅见媳妇拉着脸抱着孩子，连正眼都不瞧自己一下，没法子，你只能光着上半身，穿着大裤衩，手里拎着大雁和1篮子鸭蛋，跟在媳妇后头。路过李老汉家门口，李老汉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瞅见赵老四媳妇抱着孩子走前头，手里还拽着老四的衣服。再看老四1米8几的大个子跟在媳妇后头，低眉顺眼的，蔫的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以前咋就没发现？外头横得跟螃蟹似的赵老四，在媳妇面前竟然这么怂。小夫妻俩走到跟前，李老汉忍不住打趣：哟，老四这是咋了？被媳妇训了？你伸长脖子瞅了一眼媳妇，没见着他脸色，就瞅见白皙脖梗露了一截，赶紧收回视线，冲着李老汉笑了笑，愣是一句话没敢说。两人一前一后回了家门口，你把手上的大雁往地上一撂，抢先走上前去开院门。门一开，你懂事的站到一旁，等媳妇进去后，才弯腰捡起大雁，跟着进屋。林清雪差点被你那逗趣的样逗笑了，好不容易憋住，抱着孩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坐下来，这时才发觉手里还拎着他的衬衣呢，他就光着膀子穿着条裤子，一路就这么跟回来了。猛然想起刚才李老汉调侃他的话，自己咋就跟他闹起别扭了，连衣服都忘了给他，偷偷瞟了那人一眼，见他也没恼，正默不作声的打水，便起身冲你说：可别用那冷水洗，我给你烧点热乎水去。说着单手搂着女儿，费劲的开门，想把女儿放到屋里小床上。你一听媳妇主动搭话，立马来了精神头，你扭过头来，瞧见媳妇正搂着女儿费劲捣鼓锁头，赶忙放下水盆，几步凑上来，走到媳妇身后，接过钥匙往锁眼里一插，麻利打开门锁。你低头瞅着怀里搂着的媳妇，心里美滋滋。你瞅着闺女，我冲个凉就给你做饭去。林清雪没吭声，门一开就抱着娃进屋，把睡着的女儿往小床上一放，给她掖好小被子，撩开帘子走出来，瞅见那人光着脊梁，正用冷水哗啦哗啦往身上冲，看得他是一点脾气也没了，心想冻死他拉倒。走过去拿起凳子上他的衬衣，就那么坐着，等他洗完进了屋。林清雪拿着他的衣裳走到井边，提桶打水，开始搓洗衣服裤子，一边洗一边琢磨，明儿个进城的时候要不要带着闺女先去镇上，给她挑2件厚实点的衣裳。这都入秋了，天气一天天凉下来，他
他还整天穿那件薄衬衫，天不亮就往山里跑。清晨的山里露水重，温度低，他咋就不知道冷啊？每天回来裤子上都是泥点子，衬衣上也沾满泥，估摸着是趴在地上扒拉药材弄的。你简单冲了冲，高大健硕的身上湿漉漉的，带着寒气，迈着大步弯腰进屋。你拿起媳妇用的毛巾，在身上胡乱擦着水渍，换套干净衣服再出来。瞅见自己今天穿的衣服已经被洗好了，心里头暖洋洋的。有人给洗衣服的感觉可真是好啊，有媳妇的感觉可真好。你将刚抓的大雁开膛破肚，处理内脏，决定一半炒一半炖汤给媳妇喝。李甜甜回来时，正巧看见你在处理一只鸟，小嫂子在晾晒大哥的衣服裤子。这一幕再次刷新了他对你的认识。林清雪刚割下饭碗，东头的张婶子就风风火火来了。他家闺女眼瞅着要出嫁，得找个识字的瞅瞅李丹这种文绉绉的东西。这不想起林清雪来了，赶忙过来喊她去帮忙。李甜甜不想自个儿跟一个大老爷们单独待一块儿，免得村里人嚼舌根，也就跟着一起过去搭把手。吃完饭，你开始着手炮制欢油，这是一种珍贵药材，具有很好的滋润修复皮肤功效，对治疗烫伤、冻伤有显著效果。你瞅着外面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便锁了门，怀里搂着娃，穿过大半个村子来到张婶子家。林清雪一见他抱着孩子过来，还以为出了啥岔子，赶忙放下手头的活计。他走到你跟前，低头瞅了一眼你怀里的娃，问：咋了这是？你看着媳妇笑了笑，没事，过来看看。说着找个小板凳一屁股坐下。张婶子心眼多，瞧出点门道来，笑得见牙不见眼，冲着林清雪说：你家老四啊，这是怕你走夜路害怕，不放心你，专门来接你呢。林清雪听了张婶子的话，瞅了一眼坐在凳子上的男人，真是这么回事儿。张婶子就爱拿人打趣，这话哪能当真？再说就算他知道自己怕黑，甜甜不是也跟着一起来了吗？他犯不着大老远跑这一趟。想到这儿，林清雪冲着坐在凳子上的男人说：你先坐着歇会儿，我马上就弄好了。说完又回到桌前低头忙活。你应了一声，说话间眼珠子就跟长在媳妇身上似的，直勾勾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候张铁军啃着窝窝头，拉了把凳子在你身边坐下。四哥，我觉得嫂子真是挺不错的，比慧姐还漂亮，有学问又有涵养。听到张铁军的话，你愣了一下神，好半晌才回过味来，想起张慧慧是哪个，你纳了闷了，这铁军咋突然提起她来了？张铁军见你不吭声，还以为四哥心里头还惦记着张慧慧，这下他可急了。要是那样，那嫂子可真是太冤了。嫂子对振国哥那是一片真心，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死心塌地跟着他过日子，这情分多深啊！想到这里，张铁军开口劝道：四哥，你也别甭惦记着他了，好好跟我嫂子过日子吧。我听说慧姐在城里处了个对象，好像在国营饭店后厨干活，现在她每次回来，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连正眼都不瞧人一下，语气里满是不满。张铁军打心眼里瞧不上张慧慧，觉得她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傲得不行，说话时都拿鼻孔瞧人。要说相貌，张慧慧哪里比得上四哥现在的媳妇？张铁军做梦都盼着自己也能有四哥那样的好福气，娶个肤白貌美的媳妇。瞧瞧四嫂那身段，哪里像是生过娃的样子，嫩得跟刚掐下来的黄瓜似的，水灵灵的，真是让人瞅一眼就心痒痒。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嚼舌根，说自己看上张慧慧那号人了？她那种货色，给老子提鞋都不配。不管是前世还是这辈子，老子啥时候正眼瞧过她？这没影的事，咋就传得满村风雨了？要是这话让媳妇听去了，那还不误会大了？你刚才一直瞅着媳妇，见她从头到尾都没瞅自己一眼，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这么近的距离，她不可能没听见。难道媳妇真的不在乎自己了？想到这里，你心里头堵得慌，冲着张铁军也没了好脸。我什么时候惦记她了？你哪只眼瞅见我惦记她了？张铁军见你这架势，吓得跟孙子似的，赶紧陪着笑脸。四哥，我就那么随口一说，你咋还急眼了呢？打心底里还是非常出你的，你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流氓，狗看了你都得夹着尾巴绕道走。要不是救了嫂子，你哪里娶得上嫂子这样的好女人？你瞅着她那副龟孙样，明摆着不信，也懒得跟她多费口舌，没好气的吼：滚你的蛋！张铁军拎着凳子麻溜的跑了。他俩的对话一字不漏的让林清雪听了个全，他紧攥着笔，手骨节都泛白了。难怪他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原来是心里头藏着的那个人有新欢了，这才打算好好跟自己过日子，堵住他的嘴。林清雪心里头涌起一股悲凉，难受的要命。回家的路上，你怀里抱着孩子，也不管旁边还跟着个电灯泡李甜甜，眼巴巴的跟在媳妇后头解释：媳妇，你可别听张铁军那臭嘴瞎咧咧，我跟那个张慧慧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老子才瞧不上他那种货色，我心里头就装着你一个人。语气诚恳，就差没指天画地发毒誓了。李甜甜跟在后头几步远，耳朵竖得跟天线似的，好奇的听着这出好戏。她瞅着你那高大的身子，走在小嫂子旁边，腰板弯得跟虾似的，这是得多怕嫂子误会她。这算不算夫纲不正妻管严？你见媳妇还是不搭理自己，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拿捏不准她到底是啥意思，只能耷拉着脑袋，默默跟着她回了家。到家后，你把睡着的孩子轻轻放在小床上，盖好被子，然后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蔫蔫的去了厨房烧水。高大的身体蹲在灶台的火炉口，手里拿着棍子戳着火堆暗骂：要是让老子知道是哪个嘴臭的在背后造谣生事，非打得他亲妈都不认识他不可。闲着没事干说啥闲话，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这会儿林清雪正坐在东屋的凳子上，一针一线的给女儿缝制冬天穿的棉袄。没多大会儿功夫，你就端着冒着热气的水盆，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你弯下腰，把水盆轻轻放在媳妇脚边上，然后蹲下身子，大手就握住了那纤细的脚踝，另一只手做事要脱她的鞋子。这一举动让林清雪停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她抬眼看向蹲在面前的男人，问：你干啥呢？说着就想抽回脚踝，可他手上的力气大得很，他压根挣脱不开。粗粝热燥的掌心摩擦着脚踝上的皮肤，弄得有些痒痒的。以前还能摸透他脾性，现在反而有些
捉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了。低着头的你没停下手中的动作，将媳妇脚上的布鞋脱了下来，闷声道：“媳妇，你累了一天了，给你泡泡脚，缓解一下疲劳。”见挣脱不开，林清雪索性放弃了挣扎，眼眸微垂，静静地看着面前的男人，任他脱掉脚上的鞋子，在双脚被按入适中温度的热水盆后，心里也热乎起来。这些天你的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现在，你竟然还会主动帮自己洗脚。若是放在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自己怀孕挺着大肚子那么不方便的时候，也没见他这样，心里也滋生出了贪念，沉溺在他带给自己的这些温柔呵护。想到这些，他冲着蹲在面前给自己洗脚的男人说：“振国，我没生你气，只要你以后不再鬼混，我就心满意足了。”白皙的手指插入你短发中，柔软的指腹轻轻摩挲着。听到他的话，你并没吱声，默默地搓着媳妇一双白嫩的双脚，洗得差不多，感觉水温不怎么热了后，将他双脚拿出来，放在自己大腿上，将湿漉漉的脚塞入衣服下，随后伸手拿下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掏出塞在衣服里的脚，把上面的水渍擦干，随后弯腰把椅子上的人拦腰抱起，迈步放到床上。很晚了，别忙了，小心眼睛。说着自己也跟着迈腿上了床。媳妇，我知道之前是我混蛋，对你做了不少错事，我也不祈求你立马原谅我，但你得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相信我好不好？你的这番话使得林清雪僵硬的身体渐渐放松了下来，鼻息间尽是你身上那股热乎乎的气息，混着清清爽爽的荷尔蒙，让林清雪心里头暖洋洋的。过了许久，轻不可闻的应了声：“知道了。”声音小的微不可察，但你听见了。清晨一大早，天不亮你就起身出发去了镇上，赶上了最早一班车去城里。这回你没往上次那家药房去卖狮虎、鹿茸等这些宝贝，太过频繁去同一家药房售卖，怕被有心人盯上，而是选择去了另外一家。药房负责人在看到你要卖的东西后，可以确定你就是最近出手过大货的年轻人，笑脸相迎的把人领进去了一个单间，仔细瞧了一番你带来的东西，没什么问题。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会频频有货源，但听说过你，所以并没有压价。你也没想到这事这么顺当，数了数手里头那厚厚一沓的大团结，确认金额无误后，往兜里空间里一揣，就去了国营商场。进去准备给丈母娘挑选一些补品，却意外碰见了上辈子人生中的一个大贵人王书记。只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县城，看着还非常年轻，风华正茂的他，勾起了上辈子的一些往事。用不了10年，这人就会进入 S 市，被提拔做了一把手。你本想上去打招呼，可这一世两人还没见过面，彼此都不认识，贸然上去打招呼显得很奇怪。想了想，还是算了。如果有缘分，跟他在 S 市还会再见的，毕竟往后发展，自己还会选择 S 市，那里是你上辈子生活了几十年的地界。你挑好东西，拎着准备离开时，听到王书记那边闹哄哄的，周围也围了一圈人在看热闹。你顿住脚步，调转方向，朝着那边走了过去。柜台的女服务员拽着穿黄褂子的王新军袖子，大声嚷嚷着：“嘿，我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讲究，弄坏了东西照价赔偿，不赔就想走。”王新军刚才转身的时候，衣服勾到了柜台，里面一块梅花手表摔在地上，坏了。他是个读书人，看着柜台服务员如此蛮横的架势，涨红着脸解释：“这位女同志，你误会了，我没想跑，我身上的钱不够，车就在外面，我出去拿了钱给你送过来，这是我工作证件，先压在你这里。”柜台服务员接过他证件看了一眼，一脸鄙夷：“你弄个假证件在这里糊弄谁呢？你出了这个大门跑了，我找谁说理去？你是想让我自己赔吗？”说着把证件随手扔在地上，你弯腰捡起地上的工作证，交给了王新军，目光看向女柜员问：“多少钱？我帮他给。”女柜员上下打量了你一番，笑得那叫一个轻蔑。知道这是多少钱吗？这乡巴佬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敢瞎胡说，一共127块5毛，拿钱吧。说着伸出手，你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大团结递给女柜员：“你找钱吧。”看着手里的钱，女柜员带着惊讶错愕，反复数了数，点了点头说：“好嘞，同志你稍等。”周围的人见没热闹可看，发出一阵嘘声，轰然散了。王新军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看着面前比自己高一头的男人。刚才那么多人围观，没有一个人愿意帮自己说句话，可这人二话不说就帮自己解了围。看他穿着也不像是个有钱的，这笔钱对他来说肯定不是小数目。想到这里，王新军心中对这个陌生人不胜感激，世上还是好人多啊。刚才真的谢谢你帮我解围，我车上有钱，车就停在外面，麻烦你跟我一起去取吧。你点了点头，跟着王新军一起走出来，果然看见路边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这个年代就开上小轿车了，看来之前传他背景深厚是真的。王新军打开车门，从车上拿出包，数出钱递给你：“小兄弟，再次谢谢你。你去哪里？我送你吧。”你接过钱，连数都没数就往兜里一揣，想着身上带着这么多东西，坐班车确实没坐他车方便，倒也没跟他客气，那就麻烦你了。接着把自己家地址报给了王新军，然后坐上了副驾驶。途中，两个平日里完全没有交集的人聊着天，完全没有话不投机，相反像是多年不见的老熟人似的，聊得非常投缘。王新军原本还以为这个年轻人就是个普通人，可聊天中发现压根不是那回事。这人看起来深不可测，年纪轻轻，却拥有着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沉稳，总觉得这人并非自己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不禁升起一个想法，或许这人以后说不定能成大器。车子开到院子门口，你探身从车里迈腿下了车，然后将给丈母娘买的补品从后备箱拿了下来，弯腰冲着车内的王新军道了谢。王新军扬起笑容应了一声：“没事，兄弟，我们有缘再见。”说着看了一眼你身后的破土坯房子，然后掉了个头，驱车离开了。你拎着东西进了屋，一眼就瞧见媳妇手里正拿着一件男人的外套。你走上前，把拎着的东西放在桌上，瞅见自己媳妇想把衣裳往身后藏，眼疾手快，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件蓝褂子，咧嘴笑着问：“媳妇，这给我买的，
说着就把外套往身上一套。林清雪见你把外套穿在身上，领子没弄好，下意识走上前，踮起脚尖，抬起胳膊，伸手给你整了整领子。整好之后，往后退了几步，上下打量了一番，肩宽大小都合适的很，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犹豫了一下，开口解释：“我看天凉了，就带着闺女去镇上给你买了件新褂子。”你一听，再瞅见他眼神躲躲闪闪的，心里头明白他不自信，担心这担心那的，心里头那叫一个乐呵。他能给自己主动买衣服，这可是头一遭。你迈开步子，伸手把他人带入怀中：“谢谢你啊，媳妇，这衣服我很喜欢。”说话间，这才发现屋内还有个大电灯泡，李甜甜怀里抱着孩子，俩眼珠子瞪得跟俩铜铃似的，瞧着你亲小嫂子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自己这么大个人处在屋里头，你该不会又没瞅见吧？眼下自己刚看了不该看的，会不会长针眼？自己啥时候能回城亲自己的亲哥哥？走神儿时，他涨红着脸，挤出一抹假笑，抱着孩子匆匆进了自己住的西屋。林清雪被你亲的气息不稳，软绵绵的靠在他结实的胸膛，听着你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开口软软问了句：“吃饭没？饿不饿？我给你做饭。”你揽着媳妇进了睡觉的东屋，随后把她按坐在凳子上，将贴身放着的布袋拿了出来，这个你收起来放好。林清雪抬眼瞅了瞅男人，收回视线，打开还带着体温的布袋子，当看到里面装的都是大团结后，连忙紧捂住那布袋子，慌忙看了一眼门口，确定不连门外头没人，这才起身压低音量问：“咋这么多哩？”声音中带着一丝害怕。你拿回来的钱一回比一回多，心里头既是欢喜又是害怕，真怕你背地里头干了啥不好的勾当。瞅着媳妇可爱的模样，你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才哪儿到哪儿，以后的钱只会更多。你轻叹了口气，如今的幸福就跟做梦似的。你蹲在媳妇面前，与她四目相对。好了，媳妇，你要是心里头不踏实，下次俺进城，你跟着俺一块去好不好？你看看钱是从哪儿来的不就行了？林清雪听你这么说，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面前的男人，瞅了好一会儿，这才点了点头。你见他应了，忍不住凑上去，在他额头上又亲了一口，这才说道：“好了，你拾掇拾掇，给我留200块钱，我去借辆自行车，待会儿带你回娘家去。”说着转身撩开帘子就出去了。你出去后，林清雪瞅着手里那厚厚的一沓大团结，眼睛在屋里头扫了一圈，总觉得放哪儿都不保险，心里头不踏实。她一个人躲在屋里头，找了好几个地界儿，都觉得不安全，又把之前藏钱的地界儿检查了一遍，点了点数目，确定没啥问题后，又发起了愁，不知道到底要把这笔钱藏在啥地界儿才安全。你没借来自行车，回到院子里，一屁股坐在石墩上，从兜里掏出烟来，划拉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狠狠抽了一大口，缓缓吐出烟，想着带着老婆孩子出门，没个交通工具可不成，自己靠着2条腿走多少路都没关系，可不能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吃苦头。你本想借辆自行车带着他们回娘家去，可忘了这玩意儿在这个年代有多金贵，自家平时都不舍得骑，咋可能借给外人骑？光想着建房子改善住宿条件了，把出门的交通工具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林清雪把钱藏好后，从屋里头走出来，瞅见你坐在院子里抽烟，没见着自行车，知道是没借来，开口说道：“咱走路回去也行，之前也都是走路回去的。”你点了点头，闷声应道：“你下定决心要尽快多挣点钱才行，家里头需要置办的东西太多了。”下午快2点的时候，林母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隔壁邻居走进来，兴奋地嚷嚷着：“婶子，快别洗了，我瞧见你家闺女女婿回来了，大半个村子都清楚他女儿嫁了个什么货色。”林母一听邻居的话，连忙起身，用腰间围裙擦了擦手，慌忙走了出去。不知道这次又是咋了，来打秋风吗？他来到门口，瞅见闺女女婿朝着自家这边走来，不晓得这2人今儿个咋会一起来了，还瞅见女婿手里头拎着大包小包的，惴惴不安的迎了上去，先细细打量了一番自家闺女，见她穿着一身簇新的衣裳，那张稚嫩白净的脸蛋上洋溢着笑容，跟以前愁眉不展的模样大不一样，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这才算落了下来。瞅见女婿手里拎着麦乳精、水果罐头，还有那么大一块肉，一只野鸡，好些个鸭蛋，一看就得花不少钱。想到他家条件，他忍不住埋怨：“回自个儿家，你们俩来就来呗，带这么东西干啥哩？”说着赶紧接过闺女怀里的孩子。林清雪脸上挂着浅浅的笑，也不吭声。以前每次来都是空手来满载归，这次可是结婚以来头一回往娘家带东西。这一路上她虽然没说啥，但心里头那个美真是没法说。你看着面前的丈母娘，恭恭敬敬的喊了声妈，林母被你喊的心里头直发怵，不自然的挤出个笑容，赶紧招呼你们进屋。一旁的邻居也围过来看热闹，瞧着你俩这变化，一时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夫妻俩相貌都不赖，现在再配上这身行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有钱的城里人下乡来走亲戚。可作为邻居，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家里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林母带着女婿女儿进了屋，刚才邻居那惊讶的表情，她可是瞧得一清二楚，心里头那个得意，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闺女出嫁后过得不好，没少被人看笑话，现在可算是扬眉吐气了。瞅着闺女这身打扮，不再是以前那些破旧不合身的衣服了，浑身上下都是崭新的衣裳，脚上还穿着橡胶底的鞋子，一看就是高档货。再瞧瞧女婿，也不再是以前那副急吼吼、小气巴拉的样子了，现在举手投足都透着稳重，跟变了个人似的，都快不敢认了。难怪闺女说她变了，看样子是真的变好了。林清雪坐下后问道：“妈，我弟呢？”林母低头瞅瞅怀里的娃，给他抻抻小衣裳，笑着回道：“带孩子去镇上了，估摸着也快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林明亮推着那辆28大杠自行车，风尘仆仆的回来了。路上他听到村民说，自家姐姐带着孩子来了，不清楚是不是你又犯浑了。要不是因为自己，姐姐哪会嫁给这个一穷二白，就只剩下个救命恩人名头的赵振国。放好28大杠自行车，进屋一看你也在，脸色立马就阴了下来。
林母瞅见儿子那脸色，心里头明白是咋回事，赶紧打圆场。儿啊，郑国买了一堆东西过来看我。林明亮瞅了眼桌上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不由得冷哼一声。他拽过个板凳，一屁股坐下去。我着火想狠狠数落自己姐夫，可又怕老娘不高兴。你知道自己以前干的那些混账事儿，让小舅子对自己一肚子意见，就没指望能捞着个好脸。所以林明亮这副德行，你一点也不意外。这时候，赵小燕抱着孩子进来了，一瞅见自己弟弟，眼里头闪过一丝愁云，可还是勉强挤出个笑来。不清楚弟弟这次过来是不是又要打秋风？每次他来，不是借钱就是借东西，弄得自己在婆家都抬不起头来。虽说自己男人从没因为郑国的事跟自己红过脸，可正因为这样，他才更觉得丢人。他想说，你上次因为借钱的事儿还把丈夫给揍了一顿，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瞅见三姐眼里的哀怨，心里头不是滋味，你心知肚明。这2年多，因为自己，三姐在婆家日子也不好过。想起上一世，媳妇带着女儿跳河后，家里人都跟自己断绝了关系，就三姐在自己走的时候，偷偷塞给自己20块钱，还有几个热乎乎的熟鸡蛋，所以自己发达了。怕三姐因为自己家在婆家左右为难，也不敢跟她有联系。后来听一个同乡说起姐姐姐夫想做点小生意，就把他们看好的门面买下来，然后以白菜价租给他们。一时间，屋内陷入沉默。林清雪也觉出气氛有点不对劲，这2年多，家里确实靠娘家帮衬着才勉强度日。她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沓子大团结。之前还不知道你让他拿这钱干啥，路上的时候你说了，这200块是用来还欠丈母娘和弟弟的债。林母一听，心里头挺意外，这家伙以前借钱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从来没想过他能把借的钱还上，就盼着他能少惹点事儿就行。妈，这是郑国让我拿给你的。林清雪说着，就把钱往亲妈口袋里塞。林母一看这么多钱，心里头就慌了，赶忙腾出抱孩子的手，把钱又塞回给女儿。快收起来，身上带这么多钱干啥？丢了咋整？语气里带着点责备。你没想到丈母娘反应这么大，赶紧开口说，妈，这钱您一定得拿着，以前是我不懂事，往后我跟青青好好过日子，这钱您要是不收，我心里头不踏实。林母瞳孔微震了一下，不明白这短短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人改邪归正。目光看向自己女儿，见她含笑示意自己收下钱，这才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把钱揣了起来。这钱妈先给你们存着，啥时候需要随时来找妈拿。林母说道。林明亮瞅着你，也是一头雾水，心里头直犯嘀咕。再瞧瞧自己姐姐，穿戴的光鲜亮丽，眼睛里头也闪着光，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样子。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那就再信你一回吧。于是他转头吩咐媳妇燕儿去弄点下酒菜来。林清雪一听要喝酒，顿时有些着急了。幺弟，待会儿我们还要回去，家里放了那么多钱，没人看着他心里头不踏实。再说了，他生怕你喝多了，又发起酒疯来。林明亮摆摆手，没事，姐，我俩少喝点，不耽误你们回家。林清雪见跟弟弟说不通，就瞅着你，希望你别喝酒。你接受到媳妇的信号，咧嘴一笑，露出满嘴大白牙。没事，媳妇，你放100个心，我喝酒有数。林清雪听了，心里头有点不痛快，剜了你一眼后，接过弟媳怀里的侄子，赌气似的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再说。赵小燕忙活起来，然后在院子给他们支起桌子，把自己男人私藏的白酒拎了出来。两男人谁都没有说一句废话，倒上酒，拿着碗碰了一下，咕嘟咕嘟闷声干了。坐在堂屋的林清雪抱着小侄子，心不在焉，不放心的时不时看向外面，瞧着弟弟跟你那种喝法，他有些坐不住。林母把自己女儿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见他对你这么上心，看来这些天小两口处的是不错。见他这样，自己也就真正放心了。院子里的2个大男人，一碗酒下肚，话匣子才慢慢打开。林明亮呼出一口浓烈的酒气，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眼神也有点迷离。他抬起胳膊搭在你肩膀上说道：“姐夫，今儿我看在我姐的份上，才愿意坐在这里跟你喝这个酒。之前的不愉快我就不提了，我只希望从今往后你要好好待我姐姐，要不然我豁出这条命也饶不了你。”林家姐弟感情深，上辈子林清雪跳河后，林明亮把你打了个半死，要不是林母拦着，怕儿子蹲大牢，小舅子能把你给活活打死为他姐报仇。你点了点头没吭声，拿起碗仰头把里面的2两烧刀子一口气闷了，那酒辛辣无比，顺着喉咙流下去，烧得人胃里火辣辣的。林清雪坐不住了，抱着孩子走了出来，冲着你喊：“嘿，你还要不要回家？”你一听媳妇的话，赶紧放下酒碗，英俊的脸上扬起笑容：“不喝了，这点酒对你来说不算啥，不知道是太开心了，还是酒劲上来了，你有点晕乎乎的。”林清雪去拉你，露出了小胳膊上那抹不易察觉的紫黑痕迹。林明亮的注意力被吸引，眼神瞬间变得凌厉，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怒。他猛地站起身，摔了酒碗，一把揪住你的衣领，愤怒地质问：“你对我姐做了什么？她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改好了，我看是狗改不了吃屎，你改个屁！”你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措手不及。林明亮这是喝醉了，发什么酒疯？目光看向林清雪的手腕，这才恍然大悟。你急忙解释：“你误会了。”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那确实是你弄的，但不像是林明亮想象的这样。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更是让林明亮坚持了自己的推测。他哪里肯听？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姐姐林清雪向来柔弱，如今手腕上竟有这样的伤痕，他怎能不心疼？他一拳挥向你，嘴里怒骂：“你个混蛋，竟然敢欺负我姐！”你被打得踉跄几步，险些摔倒。你捂着疼痛的脸颊，却并没有还手，只是不断的重复：“弟儿，你真的误会了，我没有欺负你姐。”林
清雪见状，急忙上前拉住弟弟，焦急地解释：“弟弟，你真的误会了，这伤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跟他没关系，你别打他了。姐，你有委屈就说，大不了离婚回来，咱家不缺你这口饭吃，嫁不出去当老姑娘也无所谓。”林清雪很感动，但这次真的是她误会了，她只能红着脸在赵小燕耳边低语了几句。赵小燕听完，诧异地看着她，然后在她坚定的目光下，踮着脚在林明亮耳边说着什么。林明亮听完后看向姐姐，见她朝自己点点头。赵小燕转述的话不像是在说谎，这才慢慢松开了你的衣领，但她心中的怒气并未完全消散，只是强忍着没有再发作。对于林明亮的误会，你倒是觉得很正常，你上辈子就是个混球，也没少打林清雪，所以你压根就没有还手。林清雪看着你流血的嘴角，心里也是一阵心疼。她知道弟弟是出于保护她的心态才这样做的，但她也知道你这次是无辜的。她瞪了眼你，要不是你太能折腾了，弟弟又怎么会误会？跟赵小燕嘀咕了半天，林明亮还是不太敢信，做那事还能把胳膊伤成那样，但看看姐姐羞涩的模样，好像还是真的。林明亮不想道歉，只是恶狠狠地说：“你要是敢打我姐，你给我等着！不会的，我会好好对清雪的，你再三保证。”经过这场风波，林明亮对你的态度也有所改观。他姐夫之前多混的一个人，连狗见了都夹着尾巴，被他打了居然也不还手，只是低眉顺眼，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姐。回去的路上，你大脑感觉颇为亢奋，弓着高大的身体，下巴垫在媳妇的肩膀上，嘴里时不时重复喊着媳妇。所幸路上没什么行人，林清雪才不至于觉得骚得慌。不知道这人怎么又开始耍酒疯了。以前喝醉后，他力气大得很，但凡稍微有点不顺他心，就要折腾自己。可现在贴在自己身后跟着的人，显得十分粘人，时不时拉着他的手，附在他耳边说话，喷洒出来的酒气弄得脖梗痒痒的。临近村子时，他停下脚步，对着身后的人说：“你给我站好，好好走路。”说着把怀里的女儿调整了一下姿势，一路上抱着走回来，胳膊确实累得有些酸痛。这人一直想抱，可他喝了酒，哪里敢给他抱？虽然走路十分稳，但黑乎乎的不敢冒那个险。被媳妇训斥的你直起腰身，乖乖跟在媳妇身后。翌日，你带着东西准备上山。你今天上山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一下他的猜测。前几天你薅了把野芹菜想带回家调味用，却发现扔不进空间。你当时以为空间坏掉了，可扔其他东西都是正常的。你没敢吃，把那把野芹菜带到了村卫生室。村医告诉他，那不是野芹菜，而是毒芹。毒芹与野芹菜在外观上非常相似，但毒芹全株有毒，误食毒芹后可能出现口腔灼热肿胀、剧烈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者可能在10余小时内死亡。你给村医塞了2包烟和1只兔子，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临走的时候，村医还偷偷摸摸给你塞了本神农百草经，跟你说山上的东西千万不能乱吃，还给你塞了包自制的驱虫药粉。你怀疑自己的空间有变毒的能力，走在郁郁葱葱的小路上，你不时地弯下腰，拨开草丛探寻着。不久就发现了许多野生蘑菇，其中不乏一些看起来十分诱人的香菇。你一边摘一边往空间里扔，跟你推测的差不多。那些色彩斑斓、一看就有毒的蘑菇无法被收进空间，这算是空间的附属功能。见毒，除了植物外，他还想试试动物。你灵巧地在山林间穿梭，每一步都显得谨慎而敏捷。每当周围传来树叶轻轻摩擦的沙沙声，你会迅速反应，熟练地拿起弹弓，装上弹珠。弹珠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准度穿越密集的植被，击中那些试图隐藏在阴影中的毒蛇。被击中的毒蛇瞬间痛苦地扭曲身体，随后便一动不动了。你试了下剁下舌头的蛇和没有剁下舌头的蛇，发现毒蛇被剁下舌头后方能放进空间。你捡起一条7寸子，指尖不断按压，直到摸到毒蛇腹部的一个硬物。接着你从布包里掏出一把小刀，划开毒蛇的腹部，找到蛇胆，用胆管扎进胆囊口后切下，再撕掉外面的脂膜，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蛇胆和蛇肉均可以单独储存在空间内。处理完这些，你看着剩下的蛇身，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思考，不知道媳妇吃不吃蛇肉。蛇的肉质很鲜美，先带回去问问吧。她要是不吃，自己再带到集市上售卖。幸亏自己有空间，要不然这蛇胆不太好保存。从空间里取出一瓶2锅头，开封，把10几枚蛇胆扔了进去。新鲜蛇胆除了晾干，泡酒就是最好的保存方法。突然，附近的树林中传来了2声清晰的野鸡叫声，在静谧山林里显得格外响亮。你只是稍微一听，便迅速从腰间取出了弹弓和弹珠。嗖的一声，弹珠在夜色中划出一道流畅的轨迹，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迅猛而精准地射了出去。一只正欢快地在林间跳跃的野鸡，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颗急速飞来的弹珠击中了身体，瞬间失去了活力，跌落在地上无法动弹。你快步走上前，轻轻拾起这只还带着弹珠的野鸡。小鸡炖蘑菇，绝配！媳妇，我回来了。你将2个箩筐放在院子里。林清雪看了一眼，今天收获不错吗？你一边洗手一边问林清雪，媳妇，你吃蛇肉吗？林清雪瞥了眼那条墨绿交织的大花蛇，光是看着就让她倒胃口，更别说吃了。不吃那就不做。你见林清雪拒绝的干脆，知道她不好这口，便有些惋惜的把蛇塞进箩筐，用草盖上，防止碍了媳妇的眼。洗完手，你将采摘的蘑菇、香菇都拿出来晾晒，野菜也洗净了一部分，准备做成菜单，另一部分则用来做咸菜。你做饭的动作很快，没一会儿就喊着林清雪吃饭了。郑国，这个汤怎么这么好喝？林清雪好奇地问。这是用山上的野菜和菌菇做的汤，我摘了很多回来，眼看冬天就要来了，现在多摘点晒干，冬天也能当菜吃，真好吃。林清雪赞不绝口，一边夹着菜一边说道，她自己其实吃不了那么多，吃了1张饼，喝了1碗汤就足够了。不过这些东西不能随便摘哦，有些是有毒的，不认识的人如果误食了可能会中毒身亡。你提醒道。郑国，你怎么懂这么多？林清雪好
好奇地问，大概是知识的力量，反正一看到就知道有没有毒了。林清雪也没有再多问什么，这样子的你很好，比之前好太多了，她很喜欢。次日傍晚，你洗了个澡，换了套干净衣服，带着林清雪去了四叔家。娶媳妇的是你远房堂叔的儿子，按村里习惯，明天娶新媳妇，今儿个晚上招待近亲，坐下来吃个饭，男人单独一桌喝酒，女人另外一桌吃饭闲聊。这时候四婶子抱着个罐子走到女桌，这是家里酿的果酒，度数不大，喝不醉人，都喝点儿。说着面带陪笑，清楚你是个厉害的，宠媳妇也宠得厉害，怕得罪她。四婶子率先拿起林清雪面前的碗，给她倒了一碗，喝吧清雪，甜的不辣。林清雪看着碗里的果酒，端起来闻了闻，带着淡淡的香甜，喝了一口，虽然算不上甜，还带点酸涩，但味道确实还不错。喝下去后，并没有那么强的辛辣感，不像酒，倒像是汽水。这时候，一旁张王家媳妇忍不住大着胆子，凑到林清雪耳边小声说：“清雪，看好你家男人，你瞅瞅慧慧，好好的女婿不做，偏偏跑到男人那桌，还坐到你家振国身边，搔首弄姿的。”林清雪顺着他的视线，余光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南喜，只见张慧慧正羞答答的给一众男人挨着倒酒，看起来跟个谄媚的哈巴狗似的。他收回视线，冲着身边的王家媳妇笑了笑，并未说什么。王家媳妇见他不为所动，感觉他今天跟往常似乎不一样，天知道四婶子看到你带他一起来吃席，魂儿都吓掉了，生怕今儿的客人谁哪句话说错了，惹得你大闹。王家两个儿媳妇最近都不敢出门，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听说是说了林清雪的闲话，被赵振国打的。这么近距离瞧着林清雪，眉眼如画，皮肤白嫩到能掐出水似的，身段更是好到没话说，依稀间还能闻到淡淡的香味。别说男人了，自己身为一个女人都看得移不开目光，真是纳闷，同样是女人，她怎么就生得这么好？林清雪察觉到身边王家媳妇的视线，端起面前的果酒，冲身边人说：“王家嫂子，咱俩喝一个。”王家媳妇听到他叫自己嫂子，憨厚黝黑的脸上乐开了花，端起果酒跟他喝了起来。妹子，以后你有啥事跟嫂子说，我虽然只比你早嫁过来1年，但庄子上的事我熟着呢。一桌的女人瞧着城里媳妇林清雪这么好说话，不由都松了口气，也没再像先前那么拘谨，偶尔都能跟他聊两句。南席这边坐在你身边的张慧慧，桌下的腿时不时有意蹭一下你，察觉到你躲避后，更是连个余光都不给自己，就不信你对自己一点感情都没。张慧慧故意喝了点酒，庄晕忍不住往你身上靠，虽然每次都被你不着痕迹的躲开，可你越是这样，他就越不甘心。等散席的时候，王家媳妇眼见张慧慧缠着你，开口嚷嚷：“振国，你快来！”你家媳妇好像喝醉了，听到他的话，你起身大步走了过来，伸手把人从王家媳妇那边接过来，单手搂上那纤细的腰肢，目光瞥了一眼桌上的酒壶，问了句：“给他喝酒了？”王家媳妇乐呵呵说：“四婶子酿的果酒，就给他喝了点。”谁知道这都能喝醉？这时候的林清雪身体软绵绵的靠在你怀里，细长漂亮的凤眸带着醉意的扑朔迷离，乌发红唇的脸上带着红晕，湿润嫣红的朱唇轻启，冲你嚷嚷：“抱抱！”说着藕白纤细的手臂环抱上那精悍没有一丝赘肉的腰，他这一举动弄得一旁思想保守的女人个个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也没想到媳妇喝醉了居然怪可爱的，顾不得其他，拦腰抱起喝醉的人，迈着稳重的步伐出了四叔家。你本来还想去大嫂家接孩子，一看媳妇都醉成这样，只能作罢。这一路下来，怀里的林清雪分外不老实，白皙的小爪子在你身上各种胡乱摸索，领口的白色衬衣扣子都给你扯掉了一颗，你差点忍不住在野外把媳妇给办了，忍了又忍，才忍住了。好在是晚上，夜里黑，一路上也没什么人，把人抱进屋，踱步来到卧室，弯腰探身把人放在床上，随后你蹲在院子里守着，从裤袋里摸出烟点燃后，嘴里叼着烟，仰着头深深抽了一大口，盖心房真的是刻不容缓了。次日，林清雪是被鞭炮声吵醒的，她带着睡意惺忪的眸子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软绵绵的靠在床头。记得昨晚去四叔家吃了酒，当时因为觉得果酒好喝，就贪嘴多喝了点，在后面就不怎么记得了。卧室外的你听到屋内的动静，来到门口，媳妇儿你起来了吗？庆祥娶的新媳妇快进村了，换好衣服我带你去瞧新媳妇。卧室内换好衣服的林清雪撩开帘子走了出来，问振国，咱孩子呢？一直让大嫂帮忙不好吧？没事，大嫂说她不爱凑热闹，我们一会儿去接她。她开心的去院子简单洗漱了一下，跟着你去看热闹。此刻庆祥家的小院屋里屋外都是人，异常热闹。你一来，张慧慧就看见你了，1米8多的你在人群中宛如鹤立鸡群。林清雪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你非常好意思，你拽着林清雪的胳膊，让她挽着自己。合法媳妇儿挽个胳膊怎么了？你侧脸看了一眼挽着自己胳膊的人，随后收回视线说了句：“以后不许跟别人喝酒。”磁性的嗓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听到自家男人的话，林清雪不明所以，无所谓的仰脸看身侧的自家男人。当瞧见你敞开的领口带着遮不住的齿痕，隐约还能看到没消的抓痕时，愣了一下神。难道是昨晚自己喝醉后发了酒疯闹的？联想到早晨穿着你的衣服，自认为脸皮已经比之前厚了，可还是隐隐感觉脸颊有些可耻的发烫了起来。你敛着眼眸，当瞧那鹅白的双颊带着绯红，暗自疑惑，他这是害羞了。林清雪对视上自家男人审视疑惑的目光，没好气的弯了你一眼，看什么看？接着在你腰间狠狠掐了一下，毫不矫情的说：“你只能看我，听到没有？”见他如此，你薄而有型的唇角微微勾起一个夸张的幅度，接着瞥了一眼他身上穿着
着的新衣服，收回视线，看着李成的一对新婚佳人，你俩的一举一动都落入不远处张慧慧的眼里。此刻，他感觉自己心里异常难受，觉得林清雪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本都该属于自己的，他后悔了，后悔当初听家里说这就是个小混混，没出息，没有继续死缠烂打下去。无论如何，他都没办法放弃郑国哥这么好的男人，不论外形条件还是本事，郑国哥都比现在自己这个相亲认识的对象好太多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把郑国哥重新抢回来才行。依照郑国哥的能力，让他天天吃肉穿新衣服都不是什么问题。想到这些，张慧慧单手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拢了拢绑着的马尾辫，越过人群，来到他们夫妻面前，含情脉脉说：“郑国哥，喝汽水。”说着将手里的汽水瓶子递到你面前，你单手插在裤子口袋，另外一只手胳膊任身边人挽着，视线看向张慧慧，不咸不淡说：“你喝吧，我不渴。”这时候不知道是谁起哄，要闹新郎。关键时刻，新郎把新娘子推出起哄的人群，一些年轻未婚的半大孩子瞬间沸腾了起来，一时间院子里乱哄哄的。你见此，伸手将身边人紧紧护在怀中，避开人群触碰，仔细的护着他走出推攘热闹的人群。出来后，幽深的眸子在他身上打量了一番，有没有被人碰到？见他摇头，才收回视线，牵上那葱白如玉的手回家。然而这时候，人群中的张慧慧没能走出来，她感觉好几只手趁乱在自己身上胡乱摸，这使得还未出嫁的她受到惊吓的同时，倍感耻辱，想要出去，可不知道是谁又把自己推了进来。这期间胸口的扣子都不知道被谁扯开了，露出里面的白色小背心，焦急害怕的双手护着胸口，红着眼眶，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要从人群中搜寻到心心念念的人，可这时才发现他怀里护着林清雪离开了。刹那间有些崩溃，忍不住大声喊：“郑国哥，我还在这里！”喧闹声盖过他的呼喊声。林清雪一双眼睛恨不得长在自家男人身上，眼看他棱角分明的轮廓确实好看，难怪那个张慧慧上杆子想给自己女儿当后娘，因此也没看路，脚下被绊的一个趔趄，身子直直向前倾。你见此，眼疾手快的伸出长臂，勾着那纤细的腰肢，将他整个人带入怀中，蹙眉冷声道：“看路！”贴在那结实宽厚的胸膛，林清雪这才松了口气，庆幸没摔个狗吃屎，压根没理会自家男人的话，并肩与他挽着胳膊走在一起时，目光依然粘在他身上。另外这边，庆祥家闹完新郎人群散去后，张慧慧的衣服都被撕扯得不成样子了，因着当时在场的人太多，谁也不承认趁乱对他下手，即便是张慧慧哭得泣不成声，一群看热闹的人愣是没有一个上去替他说句话。直到张慧慧他妈得知消息后，匆匆赶过来，骂骂咧咧把人带了回去。这件事很快也就在村里传开了，不知怎么就传到张慧慧未婚夫那里。他得知这件事后，没有替他出头，而是直接退了亲事。这件事在庄子里成了饭前茶后的谈资。数月后，新房上梁那天，村里大半人都来了。你站在梯子上，亲手把最后一根主梁稳稳当当的架上去，鞭炮声噼里啪啦炸响，红色的碎屑像花瓣一样落在刚砌好的青砖墙上。2层的楼房在秋日阳光下泛着崭新的光泽，玻璃窗明晃晃的，在整个赵家洼都是头一份。你站在院子里，怀里抱着闺女，眼睛却一直往人群里找。林清雪穿着一身红毛衣，站在灶台前给帮工的人盛饭，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炖着你前天从山里打回来的野猪肉，香味飘得满村都是。她忙得额头沁出细汗，脸颊红扑扑的，时不时抬眼朝你看过来，目光一对上，就又飞快地移开。李甜甜端着碗凑到林清雪身边，小声说：“嫂子，你瞅大哥那眼神，跟长你身上了似的。”林清雪没吭声，耳根子却红了。天黑下来后，帮工的人陆续散了，新房子还没完全干透，一家3口仍旧睡在老屋的东间。闺女在小床上睡熟了，你躺在炕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怀里蜷着的人。林清雪枕在你胳膊上，呼吸轻轻的，身上还带着白天忙活后的温热。你低头在她发顶亲了亲，她没醒，只是往你怀里缩了缩。你睁着眼望着屋顶那条被油烟熏黑的房梁，想起上辈子这个时候自己大概正醉醺醺的躺在哪个赌桌上，输光了身上最后一个子儿，压根不知道家里的女人和孩子正饿着肚子，而此刻怀里的人实实在在的温热的，呼吸均匀。你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运气比上辈子赚的那些钱加起来都值。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你就起来了。灶房里，你把昨天剩下的野猪肉切成薄片，又打了2个鸡蛋，蒸了1碗蛋羹。林清雪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饭。吃了饭，我去趟县城，你往他碗里加了块肉，砖厂那边还有点尾款要结，顺便看看能不能弄到点好木料，打几件像样的家具。林清雪点点头，低头吃饭，没说话。你瞅着他那副模样，知道他是舍不得你出门，又不好意思开口，于是你伸手捏了捏他的脸。天黑前准回来。林清雪抬眼瞪你，却没躲开。你走后，林清雪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悠。新房子的窗户还没安玻璃，用塑料布临时挡着风。她站在跟前，隔着那层薄薄的塑料布往里看，空荡荡的屋里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黑漆漆脏兮兮的样子了。雪白的墙壁，平整的水泥地，阳光从窗户透进去，照得一室亮堂。她忽然想起刚嫁过来那年住的就是这间老屋，冬天漏风，夏天漏雨，自己蜷在炕角，听着你醉醺醺踹门的声音，吓得浑身发抖。那时候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是一天，熬不下去了就去死。可现在呢？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睡着的闺女，又看了看那2间崭新的青砖房，觉得像做梦一样。傍晚，你骑着新买的28大杠回来，后座绑着一捆木料，车把上还挂着一包红糖。进院子的时候，林清雪正抱着孩子在夕阳下坐着，身上那件红毛衣被余晖染得暖洋洋的。你支好车子，走过去把孩子接过来，另一只手牵着他的手，往新房里走。走进去看看。推开新房的木门，里面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堂屋摆着一张新打的8仙桌，是你托人从镇上
上买的现成的，里屋的炕也盘好了，铺着你从县城带回来的新褥子。林清雪站在里屋门口，看着那面贴着白纸的窗户，忽然想起什么，轻轻说了一句：“要是早有这样的日子，你没让他说下去。”从身后抱住他，下巴搁在他肩上，以后都是这样的日子。怀里的闺女醒了，睁开黑亮的眼睛，咿咿呀呀的伸着小手。林清雪低头看他，嘴角慢慢弯起来。窗外天色彻底暗了下来，远处谁家点了灯，昏黄的光透过纸糊的窗户，星星点点的。村里的狗叫了2声，又安静下去。你把媳妇和孩子都揽在怀里，听着2人的呼吸声，心里头忽然踏实的不得了。上辈子你什么都有了，唯独没了他们，这辈子你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他们就够了。门外传来脚步声，是李甜甜从隔壁回来了，小心翼翼的敲了敲堂屋的门。大哥嫂子，我回来了。林清雪从你怀里挣出来，红着脸去开门。你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喊了一声媳妇。他回头疑惑的看着你，你笑了笑没说话。他弯了你一眼，转身去招呼李甜甜了。你抱着闺女站在新房的窗户前，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色，闺女咿咿呀呀的叫，小爪子抓你的脸。你低头亲了亲她软乎乎的脸蛋，轻声说：“妞妞，咱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呢。”刚准备坐下休息，就看到你挑着箩筐回来了，眼里顿时有了光，抱着孩子迎过去。今天怎么这么早？说话间看到你竹篓里塞着草叶子，这几次下来，光看他竹篓里装的草，就猜到里面有东西，多少有些纳闷，他运气怎么会这么好？也石斛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他次次上山回来都能带回来。林清雪穿着崭新红毛衣，衬托的皮肤更加细致白嫩，一度让他看晃了眼。到他跟前后，你弯腰低头想朝他脸颊亲去，被他涨红着脸躲开。林清雪觉这人没个正形，大白天动不动就要亲自己。甜甜跟大嫂都在呢，你这才注意到屋内还有几个村民，疑惑的看向媳妇。林清雪看出你的疑问，开口解释，乡亲们都想看看电视机长啥样，好在大嫂过来了，帮着应付。你点点头，想接过她怀里的孩子，低头看到自己衣服有些脏，就把箩筐拎进厨房，冲着跟进来的媳妇弯腰在她耳侧小声嘱咐了几句。林清雪看了下箩筐，点头应知道了。虽然不知道他弄了多少东西回来，竟然明天一早还要去城里，但也没多过问，家里还有那么多外人呢，他居然都敢凑这么近。近在咫尺的这家伙最近变化太大了，察觉到媳妇在偷偷打量自己，你笑得嘴咧到耳朵根，吧唧吧唧在媳妇巴掌大的脸颊各亲一口。媳妇今天好好吃饭没有？人说着话手也不老实，在他腰上抹撒着，咋能这么细？估计连1尺6都没有。